的，但是密码机怎么就够了呢？可能会考虑带一个失常之类的吧，去减缓一下外面的一个破译速度。成都狼队的话，他们这个速修他们是第1首选的机械师，第4首选的冒险家，那就变成你这2个角色，其实像冒险家他是可以留到后手去继续选的，然后再跟你幸运儿去进行一手配合，也是可以的。等到后期我去选张小图，比如说军工厂啊，或者说圣心医院啊，我还是有冒险家，还是有幸运儿，那我还是可以去通过我的第2手的一个摸箱子，去创造出一个场上有机械师的一个局势。是的。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追击思路，那这个方向的话，感觉还是要去找一下机械师。哎，但他没有选择，直接往红蝶河这边走的话，难道说能找到这个冒险家吗？你看一下，因为冒险家他是找了大副去支援一下的。是的，想让他去帮忙盖一下这个脚印跟耳鸣，这个所以目前第一时间找不到。那找不到的话，其实机械师那边已经是拉开了。对的，他娃娃也是藏在独栋，没有第一时间修，那等下就可以启动一个双修。这本身的话，其实你第一时间没排到，机械师已经是本体跟他的一个玩偶分离了，本体都已经在甲门了。是的，而且你这里处理娃娃的话，还要交一个笼子。处理是处理掉了，但其实离冒险家跟机械师这个位置都会比较远一点。然后你像冒险家那边已经是反向拉点，跑到墓地去修机了。对，两个人都很远。那白鹿这个前期的话，应该是很难去拿到一个快速的节奏了。对，过来中间想要去逼一下小明，但小明那边其实也有防范，没有说给到你这个机会。这笼子没有放都直接交表了，不让你去有一个拿刀的说法。那你现在才到甲门的话，其实487那边也是放了一个玩偶，自己拉点走了。对，然后我还可以牵制再破译一下。但这个笼子放得非常精准，直接去拿到了第1刀，第2个笼子秒过来。交飞轮，但是白鹿这里差了一点身位。这里有个博弈板子的机会，因为当然是有失常，所以得快点追。哎呦，但这头还是没处理掉。哇，487很擅长去牵制这个跛脚羊啊。不过还好，最后是跟上了，而且可以把大副的密码机给踹掉。是的。不过外围的话，踹完你还有一点机械玩偶的电在那里。是的，还可以再修一些。哇，直接交2个笼子，逼大副的一个救人，但是这边交表之后可能不太好去拿刀。是的，还在拖。哎呦，非常惊险啊！但这里可能要给一个无伤了。想一下，这个密码机还是得先踢掉。刚才不救的话，那这一波哇，小明这个救人真的是有点神出鬼没。是，就感觉一下子没注意就已经掏下来了。对，他有点游刃有余的，他这个救人。那现在直接倒到墓地，因为墓地的话，其实开局冒险家那边已经是破译掉了。是的，而且外面的话，因为是一个无伤救人，等下大副，他也不会有一个休息减速，对吧？然后木偶师可以开一个圈，密码机还是有机会够的。加上你冒险家现在还在外面去挖输液，冒险家他挖输液的一个点位其实也是能够修到娃娃的那台。是的。现在的话，看能不能打一下针对了，赶紧去把487给处理掉。对，因为没有 OB 位的话，他可能第一时间压不好。那现在这个局的话，其实就比较好运营了，只需要让冒险家继续在外面挖密码输液就行。对对对。然后那台没修完的遗产可以让大副去补。现在的话，机子看着差一台，但其实上差的不是很多了。差不多你挂完之后就是差半台不到。对。木偶师那边只要帮冒险家多修一点点就行，然后冒险家挖完输液直接出来修。不过最后木偶师那边是顶了一个通缉。看一下他第2波节奏怎么接了，因为现在的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嘛。有点不太好。不过手上有底牌，而且愿力比较足，可以拖后期打一个开门战。看一下小果冻这边想要去蹲起来。哇，直接下地下室。那白鹿估计是有点找不到了。而且你要找的话，你得先排1楼，然后排2楼才能到地下室。是的，这我主动下地下室还是比较难找的。哦呦，博弈，虽然说是砸到了，不过也是拿到了1刀。看一下笼子钻过来能不能去
哇，我又补了一个杂有点活，疼。我3个投下来，那密码机直接够了呀！地形大师都出来了。你现在再回去找的话，其实那边已经是管不太住了。对，压好了，而且求生者可以去贴门了。加上大副的话，他手上还是补了一个护腕的。不过白鹿这边他是一个满愿力，哎，市场吗？切技能，想骗开，但是没有上当，也没有上当啊。的。哇，双边的一个博弈都很精彩啊。那大副也是体验交互腕，拉开这个距离，但是我双龙过来锁住你的位置。是了，这里的话只有一块短板可以搏。没错，哇，当面翻，但是这个短板还是要倒。不过另外一边的门是开了，这样的话踢过去可能，也不一定能留下来。然后你过去之后，其实你得先排冒险家的一个位置。对，而且木偶师的话，这边他是可以交路易的。是白鹿这边也是没有选择直接过去，因为这边是有一个对玩偶的一个耳鸣哦。可惜，最终的话还是求生者顺利的拿到了一个平局。是，其实打羊的话确实会更上限高一点嘛。上来肯定双方都更想去争一个上限。对的。看一下他们这个阵容有没有一些别的想法了，因为整体看下来的话，其实还是比较偏常规一些。对，而且这把的话也可以考虑不用去带那个市场嘛，密码机的话没有那么快，他可以去带一个插眼。好，看一下这边我们的前期的一个追击选择，想找机械师，但是这里距离还是比较远。且第一时间的话，感觉小迪那边已经是跟自己的玩偶拉的比较开了。他把娃娃调走了，但是他自己的话还是停留在一个原地。是的，感觉还是一个比较激进的一个打法。哎，哇，这里好险！感觉他是有点想说把监管者放到那个轨道上面去的，但是好像算的时间差了一点点，那这个击倒就会比较快。现在开局才40秒，不过还好玩偶是在外面的。因为这个大空地的话，你这机械师肯定是活不了。对，就只能去玩那个车嘛，因为那个时间节点其实刚好车也来了。有交一个笼子，你肯定是稳吃一刀嘛，没什么问题。这里是通缉给到了大副，所以这个救人的话可能也比较麻烦了。本来就是个地下室，所以星河这边已经是来的比较早了一些。对，那这救人压力还是很大的。先打一刀打出失乐园。现在好处就是他这个时长是交不出来，就直接把你框在墓地这个区域。是的。想要去废掉这个化险为夷，把人等下继续搬地下室。哇，这的话也是不让小迪那边去进，他出不去，对他想拉走的话没有办法拉走，这样再去摊一下大副。哇，对于自己的一个技能的运用是非常的熟练。是的，也是让他摊到星河这个状态。对，而且还没有愿力了，想想算了。那密码机的话，其实也已经3台半了。看一下这波压满的话，是选择让木偶师过来。那这里的话，应该是想要去干我密码机，所以挂在外面，这样可以一个笼子过去踹一脚。
2个笼子，然后踹机子，哇，那这个节奏还是很舒服的。嗯。而且人的话，你也不敢直接救，还得多卡一会儿。而且这波卡人的话，你是2个人都在卡，星河那边也在，然后花瓷那边也在。对对对。你变成外面踹雷脚之后，你整个密码机的进度你是掉下来的。玩偶那边已经修完独栋擂台了吗？是的。宠爱这边的话也是没有给到熊者任何机会，他甚至都不着急出刀，他知道你有可能假拆，这样的话稳稳的去先淘汰掉阶师。但这个节点的话，其实密码机也还差1台半。对。而且大副那边会比较残一些，赶紧是让玩偶去摸了一下大副的状态。求生者这个节奏的话是比较有压力的。嗯。密码机现在差的比较多，然后状态的话刚补上，但是位置是暴露的。哇！我直接是过来拿到奈奈的这一刀，太吓人了。那你，阿吉先骗了一下，感觉刚刚很危险了。是的。那你这个教授鳞片一被骗的话，基本上也是牵制不动了。是的，现在手上还有一个飞轮去操作的机会，直接交，但是这里是博弈不了了。得看抬刀，填交的话翻板子还是不够。嗯，这密码机的话其实也是在旁边，那你外面还得新起1台。对，而且你还是有被失常的一个风险的。现在我的失常又好了。挂过来的话，其实这2台密码机都有点不太好修啊。再来一脚，哇！然后我再用一个跃龙加围龙赶过来，是的，得扛刀了。然后花瓷去帮忙卡一下板。教授鳞片已经转好了，是一个好消息。想贪木偶。但这样中场那台是已经会被解放出来了。不过他这样的话，等于是换了一台密码机去守。不过花瓷这里的话也是撑住了，而且宠爱现在没有愿力，比较尴尬。所以想要去中场赶一下移爆点的话，2个人有点不太敢去摸了。是的，得先换个位置。他先去拖一下自己的愿力，然后再回来偷袭。那这波也是成功的化解掉了。其实花色这边也是撑了挺久的时间的了。对，他已经是拖到外面2个人去摸满，就2、3个笼子，我这边还没有倒嘛。木偶师的一个作用是打出来了。不过这一台红蝶亭的话，可能就修不了了。而且这里挂过来之后，你外面这2个人都不太好救。我有一个地下室，还要去硬修这台吗？这台机不能抢啊，抢的话会出事儿。这台机修不了呀，因为你剩下3台机是墓地，然后墓地外的这台还有2楼的这台。但我在这里同时守地下室跟同时守密码机，我觉得有点不太能够修吧。你这个状态也不满，道具也不全。就算被打回来了，但是对于宠爱来讲，它影响不大呀。对你那个木偶师救也就救了，反正你那边又没有化险为夷，我也不太担心说你那边不给我机会，我只要过来先把这个密码机压住就行。哇，走一个8字，差一点拿到刀，但是过来还是有刀。是的，2个人同时去抢墓地里面的那台。但如果这样抢的话，就得指望奈奈那边真的要牵制很久才行。这个笼子失误了，如果是奈奈倒的话，它是一个2挂。是，就属于是把这个压力全部给到奈奈的牵制上面了。对，而且你修这台的话，还是一样会被干扰的，你还是得带上2楼那一台，还是得要去换呀。想要去两边来回拉扯。哦，这个笼子是把自己搏到板子中间去了。哦，这个板子搏得非常好。感觉奈奈这波确实是撑了非常久的时间。奈奈跟花瓷他们2个人是轮流发力了。那花瓷的密码机已经来到了一个80。现在来追花瓷，外面赶紧去抢一下密码机的进度。2边我都在抢，而且我这边教授鳞片又拖好了。那木偶师还有自己的一个路易。这波要不就考虑再击倒一波木偶师，然后去挂一个地下室打手椅吧。
因为现在的话，其实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已经是属于比较多了。对，这里的话感觉守密码机守不住了，但是守乙的话是有说法的。在手椅上面来说，运力不是特别多，而且开门战的话，没有人去贴门，再加上他有自己的一个底牌和对上挂飞，一会儿技能就好去争了。胜的。对，然后贴过来。说想双围龙拿一刀，但是两个人的话一起扛刀，好像还是能。但这里的话是密码尽量，但是距离还是比较近。因为其实拉不开这个身位。对的。哇，还是要倒，没办法。而这个时间的话，其实也还没有跑到门，现在才刚到独栋。门肯定来不及。现在两个人的话，想办法走一个，一个人在这边门潜伏着，另外一个人去给压力。是的，不过星河的位置感觉宠爱这边已经是直接知道了。对，但是他也知道另外一边门可以再点嘛。那你传过来的话，我教授可以操作你，但是地窖的话就比较远。哎，里片挡到，不过感觉但他不好走。对，要争一个3抓。就你感觉可以挡一次，但你不能说一直挡到这个地窖去嘛。对。哇，这么秀吗？你们还在拖，可惜地窖的位置实在是太远了。对，如果说这把地窖在甲门或者在一个中场都是可能还是有点机会的。但地窖恰好是在红蝶河这边，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拿下了一个3抓。第一局由一刀气象的一个失误。哎，他是没有选择去找这个杂技，而是没有选择去找气象，而过来找杂技。是，不过找鬼屋的这个杂技的话，其实一开始也是有一个避翻窗的嘛。是的，但是小迪这边的话没有被反绕嘛，直接去贴拉点了。这里的话可以直接往起点那边去，然后让囚徒在拉点走的时候可以帮他顺路去点一下站台。这把好的一个点就在于他追的这个人是有化险为夷的，他可以吞一个化险为夷。但是起点这个位置的话也是比较危险，容易被牵制起来。是，这里想要去搏一下。这边的话球在 CD， 那只能吃刀坐车。而白鹿他那个技能还没有好，所以现在这个追起来就比较慢了。而且这把的话，白鹿其实本身带的也是一手闪现嘛。所以你可能得先过去3站那边，对，然后才有这个闪现的身位。这个人直接坐车到3站这里了，那你这个闪现的话也不好交。怎么说？现在一路到终点，气象还可以进行一个辅助啊。对，48气象的话想偷过来帮忙砸头。对，而且他捏了一个风，直接被砸了。哇，好痛！你这个晕了好久。感觉可能是第一把他们打出灵感了，哎呦，然后强风再推一下，那小蝶这边是可以直接转到帐篷附近了。哇，小蝶这里跑了好远啊！不过这里的话其实也是有了一个闪现的身位，所以直接是先交球。这感觉可以直接闪了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哎，还得闪，还得闪。那其实密码机的话，气象过来辅助了一下，密码机的进度也没有说落下。外面还多一个囚徒，所以这把密码机后期也会很快。而是牵制的比较久，所以说修的就比较多了。现在已经开局2分钟，然后野人这边已经过来救人了。但是还是那句话吧，他这个抓杂技的好处就是吞了一个化险为夷。
我外面野人的话，其实也是可以过来拖一下。持刀救，感觉很难2-6了。哎呀，前面其实还是有一点交球的机会，所以白鹿这边想要去尽量压迫一下小蝶的走位，导到终点最角落，可以让囚徒远程连电去修野人一开始的那台，然后野人跟那个气象一起去抢，这样密码机会快一些。想先调整状态，已经是把野人的状态调满了。那野人可以压满过来救，然后气象继续修3站底下的这台。是的。这样的话，先干扰一下，然后再回溯回来去打一个手乙。因为你现在没有化险为夷嘛，可能得硬扛刀了。密码机的话还是不太够。这里还能再绕一圈。看一下这里淘汰进度的话也比较极限。哎，打针对，怎么说？哦，打到野人了，到了。且白鹿这边是已经切过了这个技能，对，他是没有闪的。那你修完了之后，囚徒还可以连气象的那台，有点怕被杂技牵制起来呀。这他还有一个球，感觉这里有点难受了。现在密码机有机会能够，而且杂技那边是有回光返照的，这里有板子。而且野人的话，你不击倒，等下他就上猪了。哇，这边还断引，赶紧回溯回来，能不能打到野人？直接推开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板子还要搏。密码机已经压好了，这刀打到了吗？打到了，但是直接亮了密码机。杂技现在这个球还留在站台上，可以去使用。天哪，这里的话，这个球看能不能有机会跳出，直接跳了。在不出失误的一个情况下，感觉白鹿这个节奏就比较差了。是的，小蝶这边还能去转一手2板一窗。他想去找野人吗？难道说？小明这里的话，已经知道自己被追了，而且他断引了，那能够成功救到板区。是现在的话，他处理小明这个时间也没有那么快了。门能开啊，门开了的话，主要野人他就算倒了也是一个1挂，他是不怕被你挂的，而且有自愈。而且现在的话，其实求生者的一个分布还是挺开的，你得看一下白鹿一会儿去哪里管人，然后他都能过来贴。终点那边还架了一个487，主要是气象跟囚徒都是满道具，他们是不怕过来卡人的。是的，直接选择过来终点。云飞上去也不好追，而且杂技有一个化险为夷，赶紧交回速！哎呀，但是回不去了。对，而且他们救吗？走了，没人救，一回就走了呀。因为你只要说把气象的那个门拖开就行了，不一定要把这个野人救下来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稳稳的3跑局。技能那边是已经交过了，终点门也开了，只需要等起点2名求生者去跑门就行。哇，再吹了一波。是的。这把的话，感觉成都狼队求生者他们是完全不给机会啊。这把其实从前期的一个牵制、辅助、救人，到后期这个开门战一点机会都没给。他对于眩晕来讲呢，对于他来说并不是特别的有用。所以说这个角色的话也是保平争胜的一把好手。这本身他也是有一个去手野的能力嘛。如果说你地形合适的话，就是刚好倒到地下室附近，那这把平面其实就更高了。是的。你过来救人肯定会去探一下救人位的一个状态，甚至说有一个落地刀的说法。看一下，我去争一个3呢。这把求生者他们要怎么样去？做一个什么道具好一点？城外的话，开局直接往桥上去。
奈奈那边是许愿到了半颗球，是的，两钩子直接过来，这样的话，幸运儿的一个牵制压力还是很大的。是这里可以先封个甲，反向拍一个板，把骆驼拦过来，防了一下你的反绕。他这里只能去翻窗了。不过其实前期也没有说让到一些身位，感觉奈奈这边防的还是挺好的。奈奈的一个牵制是非常到位的，这个位置的话也不太好抓。看一下田拉球，但是这个地方哇，这个角度把控的非常好。是，就算你拉了球，感觉可能也规避不到。感觉得再去救到下一个转角才行。对对对，就多拉一个拐弯嘛。那我的技能也是马上好了，其他这个牵制时间可能比较难了。下一个钩子再飞过来，但这也是已经贴到了身位，省不了了，感觉。半翻。那这个局的话，密码机看下来其实是有这个平局面的。不过有2个化险为夷，而且空军有一把枪，还是有一些保活的机会的。但他们2个离得会比较远一点，感觉一开始想要幸运那个病患过来先卡一下。主要病患的密码机被干扰了嘛，他又没有圈，他救人的话会有点差。而且空军那边还顶了一个通缉，还是让小迪来了。这里的话还好刚刚是把技能给他吃出来了。这把枪怎么开？一勾一刀，这样再直接去打。不交吗？想摊一会儿，再压迫一会儿。而且那边2个人也是在帮扛嘛。他可能觉得就是鹿头，他第一个钩子用过了嘛，所以不着急开。哇，这把枪要省吗？等到最后也没交。但是这里宠爱是选择先切一下空军，但是不能换挂呀，还是要追幸运儿的。但他可以先把那个方向，就是往幸运儿那个方向牵。这个肯定是不能放虎归山的。幸运儿的话，一旦放出去，威胁太大了。但现在有2阶的话，你就比较难去牵制了。哎，这的话是最后一点点球。是的。只能回来去挂一下这个空军了，不然他要自起了。那把幸运儿放跑的话，这把的一个节奏就会比较差。是，因为你空军那边其实也是一个移挂嘛，而且空军下来之后手上还有一把枪。对，他能通过这把枪去进行个26。这是抽到了病患的这一刀。不过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那个空军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是的，所以说这个也是比较麻烦。那那边也是补充了一个香水。感觉等一下幸运儿也可以再摸一把枪嘛，2把枪去保护一下。这2板一窗这个点的话，感觉要处理起来也不会说特别久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其实可以封夹。但是要吃枪了，哎呦！这样的话，两边是交换了一波自己的一个技能。那边奈奈的话也是翻了一把枪，第2个空军又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空军是上到一个2挂，而且没有回光返照，是的，打一个针对还是有机会平的。而且花瓷这台不好修啊，是。他现在选择去起帐篷的这台宠爱挂完人，可以直接先过去把花瓷那边赶一下，感觉花瓷可以在旁边先放个甲。这把有点命苦，修到哪儿被赶到哪儿。对，一直在被赶。哇，这远程勾到这个佣兵，哇，这通缉也是立大功啊！是。现在的话，第一时间幸运儿是不在这边的，宠爱也是先管一下密码机，再回来去找一下空军，反正他有化险为夷，我不着急。那佣兵的话，只能去扛一个钩子，勾一下，先把佣兵勾倒。闪现不好交，密码机其实差的不多了，他想去处理病患控场，但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上挂飞就跑了。对。而且一旦病患牵制起来的话，这把可能就是要面临一个4人开门战了。感觉其实优先淘汰可能还是会稳一点。是，但他怕击倒不了密码机就够了嘛。那你追病患的话，其实病患那边也能再拖一会儿嘛。对，病患这里也牵制了很久。如果选择要去追病患的话，其实那边也会第一时间调状态。花子好秀，但是还是要倒。那求生者这里的话，可以选择先补一下状态，然后要不要去多修一台？
看一下剩下3台密码机的话，其实还是离得比较近一点的。桥上一台帐篷以及狮子的那台密码机。狮龙现在是必须要修的嘛？想先管一下这边的一个幸运儿，不过幸运儿手上是一把枪，这把枪怎么说？先放香水规避掉了，枪可以省了。 那边的话，病患也被偷掉了。现在帐篷那台其实就差一点点了，佣兵已经在修。对的，这个密码机要够了。那还得去找一下小迪，但小迪现在已经是个满状态了。他们等下可能会选择直接亮这个密码机，因为小迪毕竟没有回光返照。打一刀，亮了。那边娜娜也是摸了一个遥控器。是的，不过宠爱现在还是有一个2阶钩子在这里，板区博弈一直在博弈，抽倒了。 还是被打倒了，那门已经在点了，有没有机会去争一个3跑？时间很紧张。现在门的话已经点一半了，不过这个位置的话，移位离得比较近一点。点了，但这里吃到通缉的是这个佣兵，就还好。他知道佣兵就在那个附近的。过来之后，脸上是没有耳鸣的，宠爱能排到这个人吗？直接坐车走了，站台有没有点过？没有点。 那下来的话，奈奈其实可能不太好跑。我的天，奈奈这边可惜了呀！如果说这个站台点的话，他是有机会的。是，冲到脸上，而幸运儿这边也是一个2挂，不过有一把枪，而且地窖的话比较附近。对，那那边门现在还没开。我一个地窖呢，开枪。哦，但是哎呦，可惜。对，可惜，还是被工作给拽了过来。 但是再往前的话，其实感觉有点机会。5秒钩子，看一下怎么说。4、3，好像能感觉能走这个地窖。漂亮！哇！那这我一定要追得比你修得快。最近喧嚣的话，就除了说我们之前说的平面会比较大，现在是局军得分稍微有点下落，被多跑的也有了。对。 大家也是开始逐渐的会去对抗你。角落4号这边，这样的话可以第一时间的进入到自己的一个追击。那现在如果是这个选点的话，其实没有那么好排冒险家。大房的冒险家其实还好，就是躲的地方也比较少。好，那也是直接奔着大房这边来了，还是想要去找一下这个冒险家。不过这个点的话，感觉不太好排呀。对的，玩家这里是没有选择躲，而是悄悄拉走了。小迪的话，他玩这种躲的角色还是很有思路的。是，而且也是有过一波加强嘛。你加强完之后，其实更难排。是的。所以这一圈过来是根本都排不到这个冒险家。对，深距离根本就拉近不了，而且这里还有别的耳鸣去卡。过来是找飞行家。 上到了一个粘土舞台的惊吓标记，但你要找他的话，起码还得再等一个双惊喜。是，看一下他要怎么样去处理木了。这地形还是不太好追击的。是的，冒险家那边已经开始挖密码输液了，然后幸运儿手上又有一把枪。你这个前期的节奏已经是，就是几乎都没了。没错。只能说看一下这个飞行家能不能被快速击倒。 看一下，上到了一颗，前面的话有一个叠球的一个机会，哎，直接交悬停飞走了。是的，这里是移星过来，还好是拿到了这一下。刚刚是一直在防飞轮啊，现在的话得尽快去击倒这个飞行家了。哎，已经是击倒了。 但其实密码机很快啊，密码机已经3台多了。对的，而且这把的话有冒险家跟幸运儿在外面嘛。是的，飞行家那边还是留了一点遗产的，在木屋。他得赶快去逼救拦截，续节奏。
看一下这边冒险家已经偷偷的摸过来了，都已经摸到椅子面前了，现在宠爱还不知道。坏了，这边要无伤救了呀！还没找到这个冒险家，硬是卡到了这个淘汰进度条比较多的时候，压到最满才救下来。是的，而这里的话想摊一刀冒险家，那你摊这个冒险家的话，其实花瓷那边看有没有机会再把最后一个飞行器给他交出来，稍微再拖一下下，因为守护人那边已经是，出不了这个幻影为时间。而且因为你第一波的话是冒险家那边来救的嘛，那你守护人可以去补一下木屋的那台，现在把木屋那台都修到了快80了。对，这把的话我压满救一波这个密码机其实差不多。是。发现密码机已经很多了，而小迪那边已经是把自己的另一本密码书页也挖出来，选择踹掉。然后再去赶紧找一下这个冒险家，不然这台机就要被他开掉了。但是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换挂，还是得打一个针对啊。是的，但那边摸了个手电筒就过来，手电筒加枪，想要把这个飞行家保下来。不让你去挑自己的一个技能，那不行，现在必须要去针对一下。对，但是你一拐弯过来，发现还是这个幸运儿。对。哎，再开枪。这样的话，一个2再招双眩晕加锁技能，看一下。哎，这里的话没有发现飞行家已经绕到后面去了吗？是的，不过是看到了脚印了，看到了，就第一时间没发现。对。还想过来帮，卡位过不去，是先打一刀希尔。不过飞行家现在身上的一个惊吓标记也是比较多的。是的，冒险家的话现在输液已经有86了，这一波一定要秒。这个密码机差的真不多了。哎，打倒了。是的，在密码机压好之前，90的一个密码机进度就差一点儿。因为他只有86的一个输液，他得手修一点才行。对。但现在的话，其实密码机是直接点亮了。过去看来不来好像有机会3人3出啊！这个门的话应该是开，因为你是个喧嚣，你没有办法去直接打倒。是的，这样的话再开始手电一下，门90打一刀。怎么说卡这个位置能爆吗？开了，门开了，3个人打到了冒险家，但是那边球不够啊。坏了，又是一个3出，哇！这边阿玛斯修正阵容的机会有备而来。其实对于他们来说，可能也是考虑到说，我就算选了个里奥，我换小城上来，你的一个班位也会给到我的梦之女巫跟艾薇。是的。看一下选点，大房是放了一个邮差，中场的佣兵、小木屋的飞行家以及2板双前面的杂技。选到了3板这个位置，看看能不能快速的去衔接到节奏，因为感觉木屋这个点位还是比较难追的，对于破轮。看一下小城这边是直接冲着木屋去了，是的，但是又拐了一下。大房是选了一个邮差，但是现在的话，邮差其实已经拉走了，所以第一时间小城并没有排到他的方向。他这里的话是绕了一圈再出来找人。但是再过来的话，其实已经是只有小明了。那佣兵的话，感觉还是不考虑吧。而且破轮追佣兵感觉没有什么太大优势啊。如果换个别的角色，感觉可能机会还大一些。但是本来里奥速抓的一个机会不是特别大。哎呦，这里的话走位非常好，没有上到刺啊。是的，这个夹子是不具备。那你现在直接得切轮了呀？对，他夹的是只有减速啊，就算丢到的话也没有效果。甚至刚刚是小明那边躲掉了。哇，很会牵制破轮啊！这里是的，跟你知道这都没有上到，不是吧？哇，又没有上到，这身法，这走位，少侠有点游龙了，这完全上不到4，而且那直接弹护腕走了呀！弹护腕，而且现在你就算有一个减速，其实也是可以进嘛。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刀，哎呦，砸头了！
哇，小明签这是破轮这个找不到居然位的机会啊！那现在同样的这个套餐可以再来一次。感觉他太会牵制这手破轮了。是的，手上是还有一个护腕，那你一会儿闪现可能没那么好交。是。这个对局现在还一点机会。 存在感上面都是靠还好这边头铁过满，但是哎呦，把自己砸到板中间去了。可惜刚才其实佣兵是没有选择砸板的，他是有机会拿一刀的。是的，但是佣兵现在身上都没刺，哎，才刚刚有了一层刺，密码机都2台半了呀。哎呦，这个夹子也没有丢到，而且佣兵还有一个护腕。 感觉上来讲，小明这里的话想省道具，是的，但是密码机其实已经3台半了，他溜的有点太久了。你现在想换节奏，2分钟了，我才拿1刀呀，节奏都不一定好换。那边轮追一下487，哎呦，这个夹子顶掉了，没有丢到，前面还有一个夹子机会，哇，可惜。 再回来想找一下小果冻，但是破轮的话，其实你如果说手椅上面也不一定好找机会，你算控到状态不好，因为破轮就是一个追求追击的监管，而且你一会儿手椅的话，我直接切轮秒救就好了。对，你都根本拿不到这个控场机会。看能不能这波先开个2阶吧，2阶还是关键的，2阶开出来，那利用这个2阶能不能去做事呢？密码机现在其实就差最后的这一台。 还在牵制，看前面这个夹子吧。其实这几个人都没有说用飞轮去操作，但是都拖了挺久的了。对，然后密码机现在确实不太好管了，他不选择挂人，想去控下场。是的。 但这个打法的话，其实求生者可以不着急啊。是，我可以先去调状态。对，你去找别人，我每一个人都去调状态，然后尽量的去省下这个帧，然后找人去摸。其实包括你像487现在都不着急起来了。毕竟你不选择挂人嘛，而且我密码机进度的话也不用去抢。对，我就算这个角色缝针压好了，我也可以不起来。 你挂其实没关系的呀。对的，给你挂吧，因为我这边的话可以慢慢修，而且是一个1挂。状态上面已经都调过了，现在小果冻那边还有个化险为夷，甚至于说他们这把可以去留下这个化险为夷，留到后期开门战的时候去考虑争一下。想要去找一下小蝶。这边爆乌鸦，但是直接交喷拉走了。 那小蝶也在附近嘞。哎呦，捏刺也没有捏到。你可以让小蝶去救487。但你如果现在想要去找小明的话，其实那边大门我直接硬抢就好了。所以他是紧急回头，想要去赶一下大门的密码机。不过这把佣兵是把自愈给交了，能抓住这个点吗？那密码机有点太多了。是。有点不太好去抓住这个机会，而且小明那边刚刚是留了一个护腕嘛。夹子，但是交飞轮。这一波切轮的话，密码机要够了。是的。 90那个进度应该是可以选择强开的，不过他们是没有选择强开，反而是先拉开，所以现在密码机有点不太够，打得沉稳一点。也不着急嘛。现在佣兵的那台其实都要好，2台都要快好了。是的，可以贴门了。哇，这个闪现，我还好，但是密码机开了呀。交闪意义不是特别大。 但你这开门战很难打，因为你也没有带挽留，而且现在的话，你的技能也已经交过了，在场外面有2个化险为夷。那小明还有个护腕，地窖就在旁边。哇，这一幕我好像开头看到过。是的。不过小明这边弹护腕的一个落点是往油罐的方向去盘的。是的，另外一边的门已经开了，这里的话应该是能击倒佣兵，但是。 好像很难去留住啊！这里487在脸上，有没有机会去把它秒掉？但是佣兵没有绝处逢生啊，感觉这波没有太大必要吧？佣兵没有自愈，看一下。因为刚刚如果说3个人走大门，然后佣兵直接弹护腕弹到3板这个方向，
其实小城那边也是被迫要去挂这个佣兵的，也是一个3跑。现在的话就有些机会了。嗯，看一下看487，还有球是比较多的。但是你没有板子了，能击倒吗？那现在的话可以让487点门，还要拉扯。那佣兵那边还在躺，能捏到邮差。那佣兵还在躺着。对的，佣兵现在还起不来，但是门要开了，他不敢挂人。哎呀！ 这样打的话，其实本身小果冻身上是留了一个化险为的，所以他得挂的再远一点才行。起码要挂到2楼下。对，起码得挂到外楼梯底这个椅子。哎，直接不挂了。想了一下，得挂小蝶，但是求生者还是可以救啊。而且佣兵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先爬，那一会儿佣兵你挂不上，有机会。还是现在切轮的话，那边救人其实也不太影响。前期没有上挂节奏嘛，导致他后期没有上挂飞。是的，被封了一个红球，这样的话是不是想要把佣兵点起来？哎呦，向他震慑，但是破轮抬刀还是比较明显的。佣兵的话终于是起来了，飞行家自己交了一个大喷走，而且佣兵有坚强，他也不怕你直接打。那这样的话，好像4个人都要冲门，小城得留一下。 是的，但这一波的话，这3个人你不好留啊。那边要走地窖，4跑吗？哇！长狼队在第3把是还以了一个4出，那最终也是恭喜成都狼队拿下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。我感觉他们到了最后其实打得非常的激进啊，50，对，还比较高的。对。 但对于求生方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阵容是真的非常扎实，你是不好去追击的。包括你拿跛脚羊出来的话，我觉得能去突破的点，可能还是要去找像学家去试一试。没错。你看曲选是一个 L 型的选点 ，L 型。但真九的话没有选择直接点墓地啊，他是选择放在学校门的位置。对，这样子的一个曲选的话是比较好去积攒前期的一个愿力值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在前期追击上面，它容错会更高一些。对，其实你直接点到魔术师脸上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直接找魔术师，因为你前期把它道具消耗完的话，那下乙就是一个白板。对。好的，进入比赛方面 ，S 版这边出生底牌挽留加失常。对。 那看一下前期的话，还是真九比较相信自己的一个追击时间嘛，能控制一个好的范围内。这边的话，维龙想去骗一下守墓，但守墓并没有上当，回头去找一下红蝶湖的气象学家。是的，那这一把的话，小天赋是有带到巨前的，那显然是一定要让这个市场发挥作用了。来，直接第一个围龙，但强风直接断开，这边的话没有拆龙，那感觉走2步的话有刀的机会，看一下，感觉有机会扭掉哎。 哎呦，扭掉了。是的，想回头砸板，但是还是极限拿到了一刀。来看一下愿力值的一个积攒吧，马上又有个围龙了。这边的话卡住交互点，不让进。哦，这里强风也是好了，哎，选择层云拉点，他其实就是想要用一个飞行家的一个打法，然后再加上一个飞轮，再扭掉。对的。 现在1阶开出来是有一个跃龙赶路，但是愿力不太够，往前的话就把身位给卡一下。对，这边不着急嘛，因为毕竟他现在还有道具，有强风在手，这边过来强风推开推回去。这里的话八字风其实不是很好走，只能硬跟了。这个位置感觉这一刀是躲不掉了，看一下还是给到一刀。那手上的时长的话，其实中场密码机很危险了，很危险。 亮了第一台的是甲门附近的，对。啊，这一脚时长下去太舒服了呀！大摇大摆过来，很明显就是要踹了。对，其实就是永眠阵仗地图的一个特质，你知道吧？就哪怕说中场这台没有的话，其实2楼也会有，就是它中场附近一定会刷到2台密码机左右。对。所以这个时长的话，它大概率是能踹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。是你除非你开局就在墓地里面牵制，不然的话外面怎么样都是有机会踹到的。对。 那这边一个无伤救，直接选择打针对了。是的，还是挺赚的。你这样子直接往墓地那边去带了。一波封路龙，就避免他往里面再走远一点的位置。对的。那大概率下一波再来去交个化险为夷，应该差不多。对，看一下是往哪边挂，是就近还是想硬牵回去？ 看样子应该想要就近挂了。是。
等求生者再来套第2个化险为通缉到的是回忆的守墓人。哎，直接上了2个围龙。这样子的话还能再拿多1刀。哎呦，2个围龙直接全部拆掉了。没错。我2个围龙都交掉了，其实是有点小亏的。这样子守墓人状态还很好，还可以再卡一下时间。就是选择压多一会状态，调下进度条，但是一个人残直接救人，非常漂亮，回忆这波太稳了，我的天！而且他消耗了很多真人9的一个愿力，那给到一定2-6机会的。对，墓地这个点是博奖比较讨厌的，其实他这个龙是有机会操作掉的。围龙是罩住了感觉有飞轮，怎么说？没有给到刀，还把飞轮省了下来，这里还能再操作一下。最后一个围龙了，看一下。看抬手过来跟飞轮。哎，好像八字龙有点错误的。对的，有点急了，现在。对，现在真人9出刀是有点着急了。可以让队友过来帮忙扛刀了，飞轮躲掉1刀。自己再操作掉。有机会吗？一个八字龙还是八字走位还是拿到刀了。那这一波的牵制已经是把前面密码机踹掉的时间补回来了。是的，如果这个围龙再折掉，那我感觉是可以让队友过来。队友就要过来玩了，对。对。但看到这边是保稳的一个状态，然后还选择补好状态之后再去破译密码机，现在不着急。双方我感觉都是能接受。现在没错，求生者的话状态会比较好一点，真人9的话把这个人挂飞，自己愿力还是够的。看一下谁敢碰密码机，再直接打出去。那这边是找过客，一个围龙过来，这个围龙堵住，但没有堵好交互点。这边下板有点着急，感觉但是这个给的有点亏。是的，这一板有点下着急，因为他这个围龙是失误了。是的，这边得等着看抬手。看不了，因为这0.75了，感觉就倒在这边应该是。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地下室，看到了应该想说强牵一下了。不过有守墓人在，其实这个地下室的话下来还是好下来，得考虑一下前期，马上攒一下运力打一下风鹿龙。外面的密码机是已经来到了60。对的。耳鸣响了，回忆已经提前在后面等好了。这波就看一下地下室能不能去，他已经提前打好了这个风鹿龙，对，但密码机的话还是有点不太够的。再补上一个，现在补上一个，有机会出吗？还差一点，感觉再一个擦刀就要开了。现在的话，我觉得不要交龙队，先平 A， 他们也得想说找一个比较好的时间，是比较好的一个牵制点。拖一个贴门时间嘛。应该想说不要让他攒那么多愿力。来看一下这波博弈，解开了，还能再扛一个伤害。得快速的解决掉过客。外面贴门还没贴到，终于贴到了，一波月龙到脸上。哎，差一点。是的，这里看一下还能不能再操作掉，可以翻过去啊。哇，还可以玩吗？真人9已经感觉到他很着急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平局应该是稳住了。是的，就是一个单板的博弈。这么厉害吗？天哪！真人9完全是被他拿捏住了。过客有种顿悟的感觉，我就一直不翻，是吧？等你给刀，但着急的是你。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也是一个平局拿下。那边自己的话应该是不太够的。是。2个月龙估计能赶过去了。这波开门战的时间确实拖得非常的成功，因为本来底牌还是在手里的，只要快速解决掉的话，再传过去至少还有机会再留一个人。但这局也是没有给到太多的一个后期控场机会嘛。就是说你也没办法去消耗求生方的一些自起啊，或者说之类的。对的。那第一代吧，好像对于捏捏来说，他同样也可以去复刻一下失常这一手带法，我觉得。没错，有机械师在的对局，我感觉这个失常带的很有必要。是的。先看一下选点吧。一字长蛇阵，把机械师放在了甲门学校门的位置。感觉是骗你一手。对。假设我目的是一个机械师，你选不选？那这样子的话，机械师他有个前期比较好的拉点空间。是的。哎，上当了。有点请君入瓮了。对，那也是锁定了。对，但其实他这个选点的话，我觉得捏捏他是可以接受选这个地方的。你那个地方不是，但是我走过来找你，我是能够一路干扰过来的。主要是给到机械师他有个把接可以安排好的一个机会吧。对。然后同样前期的话，可能本体他的一个走位的话会迷惑到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，这把的捏捏同样也是带了失常，走点的话也是往小双11的方向来。是。
那这边的话就是压一下，然后去找一下机械师。天赋也有带到一个巨钳。但这边的话，其实会给到一定耳鸣的干扰，所以说，哎，看到但是看到傀儡了，直接过来给到一刀。是的。但同样本体的位置的话，也可以稍微拉开的比较多一些，但这个走位但是这个围龙反复利用的话，其实身位会拉的比较近一些。是的。其实前期拉扯下来的话，因为密码机还是比较多的。想回身过来砸。但这里的话，接傀儡扛刀有点风险，还是给到一刀。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一阶来的非常快啊。对。这里不是很好往外去拉点。这边的话也是在预判一个围龙。感觉这边是没办法牵制了，飞轮一躲，而且接傀儡放出来。应该是放出来了，再已经往外拉点了，对，放在那边是，但这个地方其实是有机会去处理掉的。是，主要是这个角落的话，接傀儡我感觉作用性不是很大。毕竟还是离密码机有点远，还是想要先踹一脚，可以接受让你无伤，但是你如果下来救的话，就等于直接刷挂了。哇，好赚啊！这一波又踹到机子，又逼到了大副的一个道具。没错。尽可能拖压时间，这样子的话给到机械师可以利用他的一个接傀儡牵制更多时间嘛，就可以破译更多密码机。是的。反正就下，但因为是没有交尾龙的，所以这一刀的话还好，可以再往外拉扯一下。就不牵制了，现在基本上对，直接远离自己的傀儡，远离密码机。是的，那总量加起来的话，这个密码机是相当不够。毕竟前期牵制来说的话是太早就被找到了。对。看一下，还是通缉到了大副。这边的话还是得撒手，想过来逼一下，但是还好没照到。对。狗狗已经提前就位了。是的，起盾。哎，卡了一个秒盾。是的。不然就下两个人分开跑。对，直接往脸上走，就保狗狗一个好一点的状态离开。对，但这一局的问题又在于说，它是没有一个牵制空间的啊，没有一个3次牵制空间。对，他的娃娃太早被找到的话，其实是没有机会说去给团队补一下一些道具的，补一下一个密码机进度的。那同样，这个人挂飞的话，其实捏捏的一个愿力值是涨得比较多的。还可以再赌一波通缉，看一下还是通缉到了大副。中场这台还没有抢开，是。那这样子这一手时长不是再过去给到一脚？我感觉可以再踹一下。是选择先追击一手11，想逼一下道具吧，应该。对，有点近了，看一下。对。围龙拆掉，但愿力值还够。这边选择给个平地刀。但表还是捏的比较死，我觉得要不回去踹一下吧。是的。对，因为市场的 CD 会跑得比较快一些。哇，时长利用率好高啊！对，现在2个半台，然后学员方得去起3台密码机去修2台。没错，现在狗狗的话摸了一根针，还能把自己的状态给补一补。这边的话，先把这些傀儡处理掉，然后看一下密码机的一个抖动情况。是，哎，觉得不太对劲，这个处理掉了，怎么耳鸣还在？对的，11这边也是过来给压力嘛。对，过来要保园丁把状态给补上。一个过板刀。其实打跛脚就是得敢过板。是，手上的话怀表也不舍得交啊，现在。但密码机的总量是太少了。对，那现在的话，捏捏其实他直接平 A 就可以了。哇，这个表交的好亏啊！那这里一旦挂上的话，中间这台机子肯定是再也要不了了。但是外面的2台机子进度也已经很多了。解放出甲门这边的一个密码机。是。因为毕竟这里是摸了一个镇静剂，所以说狗狗这个状态的话不需要有人调整，密码机的量就会比较多一些。是的。这边再交一个围龙，秒盾处理一下可以的。现在密码机的话91还是比较多，感觉得先管一下这台了，外面先不要管，看能不能把它击倒在这台遗产这里。那显然有点机会了，这里预判一下位置，完全预判成功，原地蹲了一下，但是能够看到。是的。反正召回来，一刀没给到，钻龙，两人都在预判，互相博弈，是想过来抢一下这台，但是时长又好了呀。是的，
但维龙是没有拆掉。对，但他们现在就是想说，不要有一个上挂，让外面的人多修，让满状态的一个木偶师来脸上这里给压力。对的。现在的话，其实就觉得可以布局一下开门战，我觉得是。因为马吉其实很难控住了，现在2台马吉的话，你是没有一个上挂节奏嘛。状态不太好的话，他其实可以钓鱼。我觉得平地给刀吧。对，平地 A 就一直平地给刀。对，是的。维龙留着去解决大副。是，然后得时不时看一下外面那台秒机有没有在动，因为2台离得近的话还是比较好管的。是的。想套盾过来抢了。哎，都很想啊。但这个维龙是很巧妙的给到密码级是没办法破译啊。对。所以选择再把人挂上，我觉得可以往密码级旁边挂。挂过来的话，那现在大副是一个2挂的状态。对，选择不挂吗？是要挂到密码级脸上。对。但还行，但也可以，也可以。但是我觉得这波是走不掉的。是，2个人都在脸上，木偶师还得摇路易。对，那先学打木偶师，感觉。终于击倒，但门的话感觉有点要管不太住了。园丁的也是可以站盾的。对的。那得把人往那个墓地门去牵。对的，走2步的话，感觉耳鸣要起来了，还是有机会再去找一下这个大副。拒前就是好啊，走了好长一段路。是的。哎，这样也没点门，这边选择要还是挂上吧，我觉得手上的话是有底牌的，先不急，移形过来。移形过来。但这边的话能不能注意到呢？但这个地方没有出耳鸣，走2步的话有没有可能？哇，这个耳鸣也卡得太好了。但是只是满的，不好说，还有机会。对，在这边排点的话是往假门排，往蝴蝶湖排，没有排到。再过来，耳鸣还是没有，又回去收益了吗？要。那他放心不下这把腰平了，那估计是腰平了，这边应该到门口了已经。是的，对。伊森刚才的那个导点以及大副的那个点位，感觉他们沟通的特别的好，没话说了。对，基本上就说，那我就跟你拼追击嘛。对。有冒险家在，主要是密码级的一个不确定性太高了，会影响到监管很多判断。也会说减少一下二节奏的时候一些逛街的时长。是的，是的。看一下选点一个3包1的阵型，是把中场的位置空了出来，直接贴脸的话是幸运儿。哎，竟然没有把火灾放在大船，是把幸运儿放在大船了。那他们其实是想要打一个反心理，希望你选在那个苞米地的位置，然后封大船的机子。那现在直接堵到幸运儿的话，其实幸运儿压力会比较大一点。看一下开局能直接冲着幸运儿就过来了。这把是带着一个移形的。在楼上的窗口卡一下，天赋上的话点到的是快踩。是的，因为大船这个地方还是不怎么限制到割据，所以说也是选择转到中场附近。没错。小天赋还有点到爆木啊，要不要摇出来？有预判的机会吗？没有给到刀，那就看一下怎么去躲2段。躲一下2段了。其实他完全是可以接受说小跟一下，但是心燕是直接贴身过来，对的，那感觉还是得。硬拖一下这个时间了。是的，非常聪明，他是卡了一个大石头的一个视野，但是对，但是预判你是要往船里来走的。没错。那这一刀其实拿的也是比较快。感觉这边是很难进行牵制了，看一下这边短船的一个博弈，留下一个残影先，然后再回头过来，等你翻窗回溯过来，应该是有刀的，看一下。但这个飞轮其实不太好交啊，交出来了，可以移形过来，再跟上，想预判，但是并没有回头。那这样还能再回一些时间，我的天！其实已经牵制的够好了，因为是直接是贴脸的。只能说尽力了，对吧？我把该预判的也预判了，该逼的技能也逼出来了，所有能交的也都交了，屏幕已经挥完了，但这里是有一个地下室在的。也常见到地下室，看到佣兵已经是贴过来了，上到了甲板的位置。这样子已经还是要救一次的。就看是选择压满还是说卡半了，因为毕竟地下室的话，嗅觉很好啊。刚说完就断影了。怕你偷偷跳下去。看一下能不能排到吧。是。毕竟来的是比较早的，对，感觉都没有要动的话，好像是想要压满了，或者不救，因为地下室毕竟幸运儿这边是没有道具了，对，我救下来的话，
还有可能会付出一个双倒的节奏，没错，没有必要。那这边的话，耳鸣一直在，所以说没办法去出去干扰。对，其实也确实是大船这个点位对歌剧演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。对的。你很难说敢跑远一点去排。这边的话是还选择要再救一波。一刀。再回头一个护腕。比较极限的一个时间救下来，给到外面拖比较多的密码机进度。没错。 应该还是不对佣兵有想法吧，还是得跟一下这个专业老友加速会比较快一些。所以这样子，如果说跟丢了之后得不偿失，就对节奏完全就不一样了。没错。但节奏看起来是比较常规的一个歌剧演员的节奏。这局的话，因为毕竟前期击倒比较快嘛，然后密码机的话也是差一整台多。没错，现在移形是又转好了，可以直接想要对佣兵感兴趣。对的，但。 这里的话没办法，就领完再说吧，是吧？然后忽然一交，但这个2楼的话感觉是距离不太够，一个毯子不太好，哎呦，卡了一个脚，有点卡脚哦，不然这刀接上了。对的。那下楼之后有交互点，对，但其实还是得远离一下船的位置。再看到这边有人在破印，想过来再管一下。一个强风。但这也是多板区，其实还是有牵制的空间的。对。我想要往大门的板区里面去玩吗？那就选择多开一台嘛。给一刀。啊，好像瞄到了，剩下的是一个3连。主要这一手移形没有争取一个击倒的话，其实会对于你来说有点拖节奏。对，那这里爆点也是比较及时。 不要残影，因为半状态的话你不敢修，等我残影消掉了之后才敢修。对，这个爆点也差不多了，佣兵也要往外走。其实佣兵现在不太能倒啊。是，密码机这边的话也是比较近的一个状态啊，应该是一个大船加上海边加上大门的一个3连。对的。过来再驱赶一下一个乘云炸物，回到甲板上。感觉还要去海边去干扰一下，还是得两边驱赶。对，没关系啊，可以等底牌，对吧？因为你这边3连的话，其实急的是求生者。对。在11被赶到比较远的位置，我感觉他是有点想法的，因为你现在是没有道具，对。没有道具，给到一刀，我觉得给了这一刀之后，可以选择不挂，对。直接传回去，这边去下来必有人。是的。而且你的道具其实也是数过。 你差不多道具是交完了的，没错，直接击倒之后再往回挂。现在狗狗甚至都已经跑到爆点了，有点不太妙了这一把。感觉他们是安排狗狗这边是一个中场救人的位置啊，所以说一直没有破密码机。对的。那现在捏好这个安全气囊。对的，必须要卡半救一次，拖一下佣兵的一个自己时间。对。气囊打断一下。 那现在捏捏完全可以接受啊！我现在有谁打谁，而且你起来的话，我是知道你的位置的。现在密码机肯定是停滞的一个情况，打谁都可以，直接脸上有谁找谁。反弹，但狗狗的话，一刀，再过来再还有机会吗？那扛住了压力之后，只能回头去管密码机了，再拖一波自己的传送。没错，而且现在2个人其实是被逼得比较远的。是的，但是这样子的话，同样也可以给到说求生方这边补好状态。但11的话，这个点位其实不是很好溜了。刚才是已经用过比较多的板子了，对，而且自己交了。对。把板子处理一下，单板，他的回速过来有刀。另外一边的话在抢密码机，并没有补状态，那这样子反而给机会了呀。因为2个人满状态的话，我其实外围去拉扯一下还有说法在。是的。但现在半状态脸上。 风险有点大，他们现在想的就是把这个密码机给蹭开，然后让枪学家看能不能把这里状态给补好。不过现在佣兵倒地了是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。选择要挂佣兵吗？要挂一手，想要举到另一台密码机上。又怕这边的话有人过来摸起来的话会双人合修吧。能不能找到气象很关键。对，反正确定你是交过自己的。这个耳鸣给的很巧妙，感觉是有看到影子吗？没有。意识到，但是这边的话有点犹豫了，感觉其实挂了它也行，但挂的话我觉得不是很好的收益。
这边的话回溯，哎，能钓到了，没看到。那个针应该是压好了的。对，是压好，但是压好的话会给状态一样的。对，这边的话所有传送，这边还能再去追赶一下这个气象学家，没有选择是直接去压到。下一密码机已经蹭到了80。反底。对，得走了。气囊得先交出来。气囊要打断隐月，没打断到。但是的话，这边把佣兵想摸起来调状态，这边先挂一手，挂在中场附近吧。直接往远的挂，我是可以给你打拦截的。不太妙啊，这个情况对于 ACT 来说。这样子的话，因为手上传送是没交，所以说不敢去修这个密码机。对，真是完全压不好了的。没错。这的话也是注意一下密码机一个状态，然后再去排一下小防排的好久，我感觉过来要出脚印了。这个人是可以深追的。因为你就算倒的话，你也不会倒到离中场近的位置。对，我觉得直接开吧。这局要想着怎么跑一个了。回溯过来，这里感觉是有刀了。有刀了，是的。哦，这段时间的话，穷者是完全没有敢破译密码机的，等于佣兵他其实是一个白牵制的一个状态。是的。那这个传送交了，还是不够，密码机太少了。对。就是差个10几。如果说是90多的话，这个传送还有说法。但是83的密码机不太能抢开。我E3也是用这个针把自己给扎满了。得去再开一点道具出来。能找到吗？反正现在密码机都没在动，我觉得可以围绕这个箱子去找找看。是，而且它比较好去控耳鸣，说实话，因为这个位置的话，3台密码机在一条线上。是的。对吧？那你只有摸佣兵才能去消掉耳鸣。看一下这边过去，密码机都排完了以后，来佣兵这边。这边已经看到了。有机会极限摸好啊。对，但摸好没。哎，香水没放出来。放出来。那先解决一下气象。那还是原来的原则了，有谁找谁。那现在11得想办法去摸点道具，看能不能摸个针。那板子是肯定都能消耗完的，一波抽刀抽倒。这的话也要去排一下11的位置。还没有耳鸣，感觉走2步要起了。有了，又有耳鸣了。那这边的话能判断到吗？看应该走的话，脚印是藏不住了的。是的。蓄力刀。这边是交了个自起，传送落地下来。基本上是对，基本上躲不了。这位置，除非你排不到耳鸣。好吧。是往小房走的。他预判你可能先想躲起来，把这个耳鸣掩盖掉，然后再去找佣兵的位置。是小房没有的话，那就肯定中场了呗。又回来。其实现在这个图里面的箱子能用的，基本上就那个角落了，我感觉直接奔那个角落去看看呗。两人又准备要汇合了，这边有爆点。感觉有点难找。是。那因为这边是没有密码机的，我感觉再走一走的话，要出乌鸦了。是。佣兵的状态是要留完了。如果说对留完的话，可能会给到一个跑地窖的机会呀。地窖的位置。然后现在还能不能找到佣兵呢？佣兵都找不到了，可能。地窖在甲板。对的，但是这边的话，其实，距离甲板还是有点远的。对，摸到了一个护腕。找佣兵了，我觉得得把佣兵挂一手，然后再去找一下伊森。单护腕的话，说不定有机会。但是走2步有耳鸣了。耳鸣出来，对，选择挂，能排到吗？现在大概能够判断你的方块在哪里。是的，回溯过来。还想了想，还再挂一下吧。那这边击倒的话，是不是会直接淘汰啊？哦，行，挂上了，挂上就好。有传送手上，怎么说？
要往小门先排，确定一下小门有没有人，没人。他是觉得你可能躲在角落里面，但是耳鸣已经有了，是有一定的迷惑性的这个耳鸣。没错。能猜在附近，但是还是没有被找到，一个反绕过去没意识到。哇，这个耳鸣太有干扰性了。没错，但是我感觉他是快冒乌鸦了。他必须得摸下椅子，现在，他得去摸下队友的椅子。哦呦，抓住这个时间 timing， 看一下能下找到这个脚印吗？啊，这好难找，你到底在哪？看到了，怎么说？这里没有弹点啊，而且护腕石已经用掉过了。对，他毕竟他得去消乌鸦了，所以说得摸一下椅子。那感觉捏捏是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因为你不碰密码机，这个时间内的话，你肯定会冒乌鸦。对的。来到60，没错。马上来揭晓一下选点，看一下选手是怎么去预判的。湖景村，中心开花的一个选点。对的，就是把这个选点换了嘛。对。因为我面对艾维的话，我没必要说把火灾给到大船，我把龟小放大船，保护我这个比较薄弱的位置。是。大船是可以利用楼梯以及高低差去卡这个陶片，比较好去防他的一个前期追击。对。但其实这里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，张狂挽留加闪现，真9伊森召唤出来，先往空军的这个方向直接来一口。对的。但没吼到。因为前期追空军也行。但是没吼到的话，感觉就要去换一下了。得想一下了。技术落地，19新10度卡非常好。这边的话，如果说要往前走，就要进入到这个陶片，所以说选择翻窗。他这个位置没有把双11完全覆盖住，其实空军还是能够再玩一下。我感觉得出去看一下伊森有没有什么机会吧。先去干扰一下密码机。是的。这边的话也是跟翻窗。强跟，对的。到枯丑啦，果然还是要去追枯丑。是的，前期就是互相干扰一下。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你枯丑这边道具你是很难去反制到艾维的。没错。先交火箭，但伊森喷是扭掉了的。没有，他是选择了本体喷，然后切伊斯人。对。那现在的话，66的侵蚀度，这里闪现是有机会的，直接闪出来，但是飞轮没交。那飞轮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再去陶片那边把侵蚀度清掉，但是没有选择，是直接去往海侧那边去拉点，那就尽可能拉远一个距离，对吧？没错，而且把道具的一个最大利用化，而且拉的比较远的话，它其实侵蚀度会掉的，掉完了。对，等于是再得来一波包夹，各种喷才能够给它上到100。那这一波的拉扯是非常好的，空调果然它的牵制还是比较稳定的。对，它牵制思路是非常标准的。对，手上还有一个火箭，但这边的话，毕竟技术是好了。对，技术力好了，应该不会那么快交。是。对。但这样的话，想要通过走位把它压在这里，现在空调也不上当，直接往角落的方向去规避一下。没错，也在互相偏红光。对，还卡了一下红光。那这里的话，也能看到边角的红光，决定怎么去反应。没错，那现在道具还是要交吗？交了飞轮，然后进板，感觉是硬拖时间了。是。因为密码机现在我们看得到总量已经来到了一个3台、4台的一个情况了。对。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但这个道具交了有一点点亏啊。也就可以直接不交倒地。对。这个道具可以留到后期去使用。是的。因为你距离也是比较远的嘛，你队友过来救援的话得走比较远的路。你要是有个道具的话，可以下移，大家一块看看有没有机会一起冲出去。对的。看到空军已经贴了过来，看一下这个地方的救援，其实一个陶片是可以覆盖比较大的范围的。对，一个小枪。看一下伊森是紧随其后的。基本上没太大的牵制空间吧。对，因为是已经开到2阶了。对，飞轮也是上以前交的。对。我现在密码机的话，后面的3台其实进度都非常多了。是，感觉刚刚交化显微会不会好一点？因为化显微的话，尽可能可以把最后2台拖掉，然后留最后1台密码继续打。也行。这边的话也是换人过来救，补上一个技术，那这样的话应该要传过去控机子，然后再回来。对的。那这边侵蚀度很高，感觉会有倒地的机会啊。有机会吗？看一下，但自己绕出板子了，扭掉了。
但自己的话手上的闪现是已经赚好了的。对的。现在真九其实比较空调也是来到这个2楼，对，比较希望有把人卡到中场台机子。线99。 卡非常好，这边的话争分夺秒，但感觉那这里的板子是用过了的，99直接闪现过来先处理掉。对。哦，但是密码机的话其实快了。是的，感觉是差一个化险为夷时间。因为如果其实差也可以说差一个飞轮，他那个飞轮如果刚才没那么焦的话，你这波是因为想象第一波如果套化险为夷的话，你可能密码机就可以多拖很多。对。 那看一下这边是想去追击下陶晚安，然后用伊森压一下甲板的密码机。对。而且伊森留在那边也等于开门战是能够把那边门给占住的。是的。通过走位把他给再压回这一个陶片范围内。70度刚好满了。是。 非常极限的一个密码机通电。对，那伊森去跟空军，然后本体的话看一下是不是压大门的位置。是，那这边一个技术落地，给到一刀。但这局对于求生方来说，他们有个很好的优势在于说，他们不一定要保平，我跑一个也行。对吧？所以说小门这边是已经有人贴过，然后直接开的。对的。然后大门这里也在强行的点门，甚至感觉有点管不太到吧？感觉是灯下黑，直接点。但是92不敢开了。 对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他就走不掉了。这边的话也是等一手技术好了，直接补上一个技术陶片。另外一边，回要过来吗？哦，买状态，有道具，想要让他掩护。对，主要是有道具，对，走位啊，毕竟闪现交了是吧？ 是的，那我开门战的话，我就为所欲为了。佣兵已经有了清楚，看一下回来，救下来了，落地2阶。这边的话扛到一刀的话可以强行点开，但这边先解决过客，佣兵顶脸给门压力，这边吃了一刀，但是3个人怎么说3个人都在脸上，拿回2个，那先把空军解决掉，让另外2个人出门，也是成功保下一个平局。如果是怕古董上的话，确实可以张狂挽留带兴奋。 然后杜绝你想要过来 OB 的一个，我就硬把这个兴奋亮了，这个人一定要给我上移。对，我觉得只能这么去打了。窥视者也可以，对吧？让你好的进入比赛方面，张狂底牌加窥视者，这把是没有挽留的喧嚣。那求者看有没有机会从这里打一个突破点了。对，就能说从前期就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节奏嘛。对。好，小天赋上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喧嚣天赋，带到了通缉。这边的话是直接上了2颗球吗？对，那第一波双重惊喜的话，收益很高。对，还挺大的。对。 那进入交互点，先给个窥视者。这边的话，等下一个双重惊喜。对。哎，放了一只狗，好像是空掉了。没有给到。第一刀来得很快啊。对的，一个双重惊喜，再给1颗球，给2颗球，感觉要倒了呀。但是这边的话，正常拉开距离，而且自己的送心拳是没有好的。没错，这里如果你要翻过去，有闯没有刀，甚至说拿刀太早了，张狂都没开。对。 这边的话翻过来，空中飞人有了，但双惊喜的话只剩1秒，没错。铁定身位感觉是要想飞轮，但提前了。哇，这个倒地时间可能就这个倒地的话，其实你不太好争啊。还有一个地下室，但选择不挂，因为知道你们想要争的话，一定是要来的。有守墓人，还是这个道理。守墓人在我挂地下室没收益，没错，对吧？他通缉到了要来救人的守墓人。 这里是可以直接出去拦的，因为击倒实在太早了。对，不着急，等你贴过来啊，先给你上这个。我就消耗你的铲子也可以。对，
或者等你出来之后再给你一个命中伤害嘛。没错，反正你一定要出来，是的，对吧？我双重惊喜先省着，我等你贴近椅子了再放双重惊喜。对，现在上到黑色的球，哎，真灿这边双惊喜，哇，很极限，哇，救下来之后吃了一刀，没错，风险很大。这波还是得尽可能倒离地下室，因为这一波他是可以挂地下室的。对。压一个，现在来到了大房的经典角落，看一下心念。那现在我就可以先来处理一下你古董伤啊，把你的道具先耗一耗。没错，因为我是有窥视者的话，这边好像没有插眼。对，但可以回去先插一个也可以。哎，这个双击差点给到伤害，看一下，哇，给到了。那半状态的话，感觉自己已经走了呀。还会附带一颗球，这边绕场谢幕处理一下。怎么说？飞轮没摁出来。那2节奏已经有了呀，感觉。那这边的话，往外挂，是的，没办法，这边这个点位其实对于监管来说，这个节奏太好了，对，他完全可以不用顾忌说密码机的一个进度。是的，现在半状态的守门人肯定是很难去完成这一波救援的。啊，顺脚过来，再把你这个电给踩一下。对的。那囚徒也在继续破译，感觉是得让11怪压着。半状态的守门人其实救援压力非常的大，但这局的回光返照特别少啊。把它点出来，还是让古董伤救，飞轮交出来，但是，哎呦，一个延迟刀给到了，没错啊，就都倒脸上了，这怎么办？那这边的话，把人再挂上，2个人都在脸上，另外一边囚徒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那感觉囚徒也得过来救一下，得救啊！这个人是完全可以起一个双挂的。但觉得椅子刷的是比较远的，应该是不挂，牵一下，然后放下来之后再去驱赶一下囚徒的位置，再加一个窥视者，耳鸣是有，但是这个人要怎么救呢？直接一波双重惊喜，再看以前叠，啊，远处的古董伤也交出了自愈，对。2片飞轮，哎，但飞轮还是哦，有破板刀。这一把捏捏他的一个双重惊喜放的实在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都是那种以前的焦点，让你感觉眼花缭乱，你要做的事情没法做出来。是的。那现在打的求生者是插翅难飞，哎，铲子还被打断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一个倒地再衔接下来。密码机是完全没人在碰的，完全不够。是，然后这边也是往中场去牵吧，然后再放窥视者，然后再找古董伤，因为他有这个双重惊喜嘛，排点排人是很方便的。对。那密码机晃动，也支援在破译墓地的密码机了。但手上甚至还有一个底牌，可以等一下再切一个移形回来。是的，也在博弈这个机关枪 A1空中被人躲掉一棍。对，准备要出电。对，但是同样击倒，这边也是没有这个子期了。那成功在第3回合上半场是又拿下一手4刷，因为毕竟红夫人这个角色的话，面对这个阵容，除了记者之外，其他的都是就一个镜像一刀，有机会去进行一个快速击倒的。是，因为记者他扛刀还是比较容易的嘛。对他现在锁定时间还有5秒，我比较关心就是锁没锁。应该是会。应该要锁了吧？应该不变了吧？好，放手一搏。行，来看一下这个悬点啊。有意思，哎，红夫人上次上场是什么时候了？这个赛季有上过吧？应该也很久，对，这个赛季有。对，上梯型的悬点直接点到了盲女的脸上。本来 OB 位就是兴致勃勃的要出来，现在感觉都退散了。对的，这要直接跌到脸上去了。是，很期待这一场对决。我怎么听到他们喊说 OB 不了？显然，但是可以扛到。来吧。好。底牌挽留加闪现。就有些时候盲女她不一定要溜，她可以躲。对。这边的话，但是感觉哎，空调这边是直接一个大脚步往前走了。那第一个镜像要不要预判一手？直接预判刀脸上了吗？但右手第一刀给这么快吗？这是他想把镜像给打掉，但是角度好像没调好，直接一刀拿来了。那现在真正九直接对你有想法了呀！冲到脸上那一瞬间，感觉说混蛋住手，我来。行，就那种感觉。然后真正九说你来。
那等第2个镜像还有5秒的时间，现在你其实交任何道具都是亏的，只能拉一下这个身位了。因为先把你的弹射给消耗掉。是。但这一球的话，其实并不能打开距离，再来一球。但这个如果打眩晕的话，有机会。又打开，但镜像时间持续的话，感觉还是有刀。不过飞轮的话是好了的，但闪现还没好，差1秒。这边的话有弹射，敢交闪吗？不敢交。感觉这一波把镜像折掉之后，其实时间就拖了差不多了。没错，你现在看一下左边这个进度蓝已经很多了。对的，再给个镜像。看一下能不能通过走位扭掉，但好像是有点能扭掉的样子啊。对，自己卡模型导致镜像是跟不上。离得比较远，感觉得近转过去。那近转的话，那我就继续了呀。那我这个球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对吧？一个直接闪现过来，因为还卡了一个时间。但是密码机我们要注意，已经来到3台。没错。而且要记者来救援单刀的人是毫无压力的。那古董商已经就位了。对，在脸上了。是的。这边的话也是一个镜像交出来。对。感觉打不到，所以说不交飞轮。但是2棍。对。还是打了一手止戈。没错。那这样的话再拖一下这个救援时间，因为外围密码机还可以再拖一点进度。是的。把人救下来。镜像的话进入 CD， 来看一下这手双 OB 能不能互相辅助成功了。道具倒是比较多。是的。现在也是拉近距离，蓄力刀打不到，但没打到。机油手的一个脚步非常快。镜像能不能把人给夹到里面？卡得非常好，能不能夹到里面？过客这手卡模是非常好的，他在利用这个镜像的一个真空的位置，而且我专门跑到你的脸上，其实你是比较难操作的。这样子的话，一颗球直接化解了一个镜像密码机，我们能注意到只剩下最后1台了。没错。那现在手上还有1颗球，另外一边看看古董上的位置，要不要选择再过来辅助一手呢？没有，让自己去6了。对，再趁踩板的时间绕出来。感觉刚刚这一球是有机会打断镜像的。是的。但没有地前交，一个进行过来。对，有一刀。飞轮盲女过来扛刀了，感觉说回来了我，是吧？这刀还你。那现在的话，密码机只剩最后的20。对，但是没有回光返照。坏消息就在于说他手上没球了。现在是击手。好。那再过来帮，又扛到1刀。那就是说这个人怎么都不倒啊？对的，直接通电算了。这里是还，而且主机好像是不是球？对，球又有了。机油手回来了。是。然后另外一边的话，没人在点，现在感觉真久一点，选择困难了，心茫然呢。对的，不知道追谁，是只能找盲女。真这样丢出来，但这个人是有飞轮的。感觉镜像又被自己卡了一点位置，这里的话可以往脸上贴，然后逼你近转过来。还是有道。没错。然后学生房这边是顶到了脸上，感觉是要去争一手。对，因为这边门的进度已经是很多了的，下一回合要尽可能。脚印是看到了。不是，主要是什么？记者这边是有化险为夷。对，有化险为夷。那代表什么？代表这局我们可以争4。是。只要给到记者救的空间，那就有机会。但这边的话，镜像感觉要抬脸上。但同样的，记者是有操作空间的。我们说得举一下，能扛到吗？进行过来，过来，但有闪现的，距离飞轮躲，哇，这都打到了。但盲女的自己也拖出来了。对，现在的话硬把这个门给点开，只能把回忆往远一点的地方挂。你现在场上是没有化险为夷的。对，那应该大概率是不会。应该不争了吧？拖挽留其实也行。拖挽留可以。对，40秒的挽留是能拖掉的。感觉是要，感觉他们好像有这个想法，对，没走就是要争，是已经在补状态了，但这个镜像抬出去没有抬到任何人，耳鸣也没有，这个交的有点近了，对，也想排在脸上，但没有排到，那现在只能静静的等待这个挽留时间结束了，还有最后的20多秒，只要你镜像交了，现在也没办法说利用镜像去给到外围压迫嘛，是，好像全家都要一起过来了。但是现在只有开小门，只有小门开了。闪现过来，飞轮躲掉了，一点机会都不给吗？那这个球捏的，但有机会倒了呀。
要倒了，刚好在挽留结束的1秒钟。对。看一下古董商这个操作，机油手毕竟是一个再往地下室。机油手是挂飞吗？不是，是一个2挂。那往地下室挂了。然后外面再补状态，想要让记者来套一下这一波花钱唯一。对。看一下。再去把另一边的门都点了，以防万一。感觉这一手的话，得让机油手往地窖跑，然后，哎，不管吗？那不是，其实没必要扛，我觉得记者可以早点走，早点往门跑，然后机油手往地窖冲。但这样子扛的话，其实但是把自己转到地下室里面了，那就脸上应该没有人了。有说法，有吗？肯定，我是说糗神榜有说法，因为你冲门是不够的，但这个位置冲地窖是够的，所以说为什么说让记者但是可以，可以看踩手吗？看一下有没有一进双刀。没有，古董商有棍，直接2棍、3棍，这么燃，然后留不下任何一个人，天哪！刚刚直接拿下，没错，让我们恭喜北京 WBG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是的。把自己的一些解控的那些道具给它交出来，没错。而且从椅子上下来，如果说你有一个化险为夷的话，它也是可以在那个化险为夷期间去让你没办法自己恢复状态。对的。看下来这个选点怎么去选了？毕竟你现在破轮已经锁定，幸运儿这个道具到时候会去选择什么？可能自己手里先买一买吧。如果说是监控者想要去针对幸运儿的话，这把破轮其实还真挺好的，因为对于求生者来讲，他们这边是没有 OB 位的。求生者倒地基本上就很难再去把这个人给盘活了，就你必须要保他，让他不上瘾，但是你又没有太好的办法，因为破轮他是不太怕你扛刀的。角色上的针对绝对是拿的没有错的，就看自己的熟练度。你要是说是熟练度，你滚了个3群你都没有滚到，那你就是全场游龙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点，2楼下的医生以及甲门的幸运儿，这2个应该会成为破轮的1手追击目标。是。我觉得最好是直接追幸运儿吧，但幸运儿在甲门的那个2窗1板的位置，它也是可以牵制起来的，是有机会能滚到的。毕竟那边的一个墙体是比较薄的。上来直接变身，是的，应该是要冲着甲门方向的幸运儿去了。对。哎，打算去中场看能不能偏个怀表，先逼个道具，但是大副好像是上2楼了，往2楼方向去走了，躲在后面有看到吗？看到，应该是意识到了，是。哎，这个位置是有机会吗？加速，直接滚到上到1层4，而且板子先骗了下来。那下一波把板清掉以后，可以继续变轮追。没错，还是启言准备先拿一刀呢？这个夹子夹的好准，但是护腕应该来得及弹。没错，直接弹走，而且还骗钱出了1刀。是大龙这边的话也过来了，打算给一个鳞片。是，那这个点位鳞片已经给上，看一下。在这个3板的地形，哦呦，第2层上的也很快啊。那大龙直接来帮忙扛了，准备把这个夹子给吃掉，不然没来得及放到这个板子砸到对面。是的，但这边还是有一个肥胖的机会。哎，但是这里给到1刀其实会有点亏。他刚刚想放这个鳞片把这个监控者给弹反的，是，但是没有弹开。那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讲，还要帮吗？我觉得是可以考虑，得小心一点了。你教授要是再快点的话，我可以直接转到贯追。这一波夹子假飞轮直接破，对，也是求稳了。哎，但是第2下夹到了，很准啊。对，启言这一把的几个夹子熟练度非常高啊。对，外边密码机现在连起来也就是2台，因为前期是教授过来帮忙辅助了一波，所以导致密码机是完全没动的。没错，这一波还通缉到了医生。哎呦，再救的话是个问题。你现在就是你给这个幸运儿有一个下来牵制的空间，但他没有道具，他没有能力下来进行牵制啊。是的。他毕竟第1波一个护腕已经交掉了，看一下这里能不能提前上1根刺，尽可能的多卡一点。启言这边直接回去变身，尽可能想要去摊一下大幅的伤害，只要他能摊到的话，就能快速2阶。没错，直接打。只要你踩到夹子，我肯定是直接打的呀。对啊，我让自己到达2阶，是。已知你幸运儿他已经没有飞轮了，现在这一波下来是肯定没有牵制能力了，越快上瘾越好。再直接变身，刚刚飞轮是直接用过了，所以说这里可以直接进行追击。现在求生者的密码机到达2台半啊，对于他们来讲，其实不太有能力继续去保这个幸运儿了。就算教授下来救一波人，但其实幸运儿也没有很强的牵制能力。对，
保不住。现在玉林，你如果说是把大副的状态给他补好，那你就是说幸运儿接下来这个挂淘汰时间，你就会浪费个大半。对，密码机也没破译多少，等于说耽误2个人的一个破译时间。对，所以说现在还不能摸，让教授过来直接救，给个化险为夷，再拖一下外边密码机的进度。他这边其实通缉到了大龙的一个位置啊，所以算是一波钓鱼，把人钓出来。是的，夹子也无伤。但是他怕闪现，刚刚那个距离其实闪现不太够哎。他应该想用那个鳞片顶掉夹子，应该是，所以提前交了自己的鳞片。哦，他没看到那个夹子没夹到。是的，所以这一波对于前来讲，闪现直接交。就这样也算是监控者能接受，我就算交了闪现，你外面密码机差个1台半多。是的，而且那一波其实鳞片顶那个夹子的话，那你下移以后就没有太强的能力去帮助幸运儿扛刀了。只要他丢了状态的话，就是属于监控者这边能接受的范围内，那么他这边的一个优势他也就扩得越大了。是的，而且这一波教授可能还得立刻去找医生进行一波调整。是，哦呦，通缉到了教授了。是的，那确定你教授他就在中场进行一波调整，这一波起源是可以直接过去续节奏的。甚至你医生要是敢露出头来，我也可以直接抓你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脚印暴露了。是的，刮到1层就可以直接变身，而且没有飞轮。那这夹子也不能被夹住。看一下，技能是已经好了，起源在骗。大龙也很稳，没有交这个夹子，哎，一刀打倒了。他以为起源这边还会骗。没错，那这个点续节奏续的比较快啊。勇者虽然说有2台大遗产，但是接下来就进入到破轮的一个来回拉扯节奏了。现在得卡半，一花必须要卡半救一次，然后压满再救一次，而且还要保证自己尽可能无伤。没错，因为你如果不是无伤的话，你到外面去破译，那你一定会成为那个被突破的角色。他是没有道具了，你这个表一交，你到外面去破译密码机，你一定会被压在密码机上的。他至少要保证他在第2段救的时候，他也能成功救得下来。这里要直接搏，先交个夹子，但是没有夹到，被教授给弹开了。是，这里想弹一下一花，是夹到了。哎呦，这夹子还真顶准啊！没错。那现在看一下2楼的密码机马上要开了，起源这一波应该是准备回去找教授。这样的话，他在下一波把教授打倒以后，他是可以直接去换挂大副的。没错，他可以直接管密码机。这里有飞轮了，飞轮躲了一波，那就看这个夹子能躲掉吗？躲掉了，稍微卡了一下位置，手里还有一个夹子再封板。哎呦，这2个夹子环环相扣啊，就是完全封，哪怕你不踩到，但我也能封住你的路。是的，这里可以先挂，挂上之后直接去找一花。是。你如果说是原地守的话，这密码机肯定是能修够的，所以说起源现在最好直接出去找这个一花。不过一花那边也是跟医生进行了一波调整啊。是的，玉林把他给摸到了一个3/4的状态。没错，医生现在最好是把人救下来，赶紧把这个状态补好，补好之后医生去修机，然后教授来救人。是，没办法，因为你现在谁修机，这个起源他就会去针对谁。只要我把你这个机子给控制死死的，我能再次打到你这个教授，这个局面他就能完成一个4抓。没错。但起源他这边是没有选择去切一个亏损者，然后去修机吗？那他就只能指望着大龙能撑住，或者必须要拖够这边2个人抢密码机的这么一个时间。起源想守一波，对，如果直接守一，我觉得也可以，因为外面他一定是0%的密码机，他这里如果说能够把一花秒掉，哎，不过第2层次没有上到，所以没法直接悲观。对，那这里得考虑，哎呦，砸了个头，手里有闪现，这个闪现要补吗？感觉得再变一波轮了，把戏谑给交出来吧。更稳一点，还说直接去找大龙，那你这波节奏就亏了呀。让医生把，或者说是教授把这个的节奏又给他补回来一些。你现在再出去，2个人直接去起 S 板。是，大龙现在能不能藏住？有机会啊。好像真躲住了，刚才那点脚印是最后时刻消失了。起源怕了，现在必须要赶紧回头。但是你现在就算回来管，密码机那边已经进了9成了，大副也不是一个挂飞，而且求者是有可能强开的，只能抓医生啊！想3抓以上必须要抓医生。对，那这一波。因为医生手上还有一个飞轮，所以他是能够戳的。就是不知道在他的视角知不知道这个医生没有带回光返照。但其实教授那边也是没有回光返照的，所以对于起源来讲，现在想回头去独栋也可以。还想回头，回头的话，那这个 S 板就会强行起掉。是，然后他最后把大龙给挂飞以后，还有一手底牌嘛。又藏，这次藏住吗？好像没能藏住，因为那个脚印暴露了。没错，藏住了，没藏住。是的，但是也浪费了很多时间吧，只能说。那边密码机压好了就可以准备直接亮，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去贴这个木地门。对，等一手贴门应该就要开了。开吧，现在开的是最好的。起源现在最好是不要接着抓他了，他又有飞轮又有鳞片，到时候直接顶你一手，那边门就直接开了。是，最好是现在直接去管另外一扇门。
这样的话，如果说能够逮到随便一个，他们都是没有道具的。对，直接找玉林，看能不能直接击倒玉林。击倒玉林，他这个局面还是有机会能挣3抓的，因为他能去拦这个一花。没错，有闪就直接交。哎呦，闪现打到墙上。这里玉林也是没有走特别远啊，有点预判了这一波闪现。那基本上是拦不住那边的学校门了，学校门肯定是能开。先就看玉林这边能不能再去撑一撑，或者说有机会。哎，这个地窖在墓地太远了。对。就等一下夹子吧，对于启言来讲，就把，哎呦，隔窗刀也没有打到，是，但他也不个窗台往外拉，但是穷者这里其实还是比较难帮上这个医生的，中场没有地窖，看一下玉林这一波走位，想要火夹子，对，那也没办法了，哎，完成了一个平局，属于是求生者能接受的范围内了，因为在刚刚的局面，启言要是说是他做出的，哎，使徒安，我不带狗，我带猫了，然后。确实，那很热爱小动物了。哎，就他这个阵容，他是可以去突破大副的，完全可以。但是使徒安其实你面对另外3位，他并不是特别舒服啊。我们知道魔术师他的一个增强嘛，是的，他的一个魔术棒放出来的幻影，他是可以幻象，他是可以去抵挡使徒安的技能的。是的，角色上可能是不太好竞争支队，但是呢，这张地图其实可能也会给他带来一些方便。对，毕竟他的板区其实衔接的比较远，然后那种巷子上面，其实它的猫是比较容易释放的。是的，容易咬到。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悬点：中场大副，2楼下的魔术师，红蝶河方向的教授，以及甲门方向的莫尔师。没错。看上来怎么进行追击了？是找魔术师，还是说是直接去找这个教授？找教授的，其实中间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大副有没有接着在中场进行破译。是。教授，教授其实在上一波的调整以后，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害怕使徒安。上来直接放猫，打算直接去找白纸，找白纸的教授。没错，这边也是提前往独栋拉。哎，他好像想去学校门那个方向啊。对的，往学校门方向拉，因为知道你的第一只猫是用来赶路的，所以我这个点位是可以到前面的板区跟你博弈一下。是，东玄这边一直在低头，依靠着自己的狩猎本能拉近身距。是，这里打算直接跳了，要扎猫跳吗？要沉默跳吗？打算直接眩晕对方。是的，眩晕到了，银片来得及吗？好像是来得及的，直接先骗。很稳，这个身位是有机会在板前再骗一手，就等下一只猫嘛。下一只猫的话，可能就能直接拿1刀，毕竟这个位置你没办法躲。没错，眩晕。哇，他还想打一个 A 晕。对，他刚才就是甚至提前出来，就是如果说你教授反应过来把板给下掉了，是，那我也可以提前去绕另外一边。对的，这里还有一个移形，基本上这只猫其实就可以准备解决掉了。飞轮拉开一点身位，但这个板区没办法躲呀。是的。因为教授的一个 CD 还是比较久的，40多秒的一个时间，所以基本上他第一波把技能交完，可能得第2波下移才可以续上自己的下一个技能。是的，主要这个点位太差，你把这个飞轮交了，其实他也是拖延不了自己的一个多长时间的。也可以看到南已经贴了过来，从甲门的方向，打算摇表非常的稳。是的，要靠一波化险为夷的时间了。对，猫拉回来能有机会打到吗？不宜吃猫。先打1刀，这样吃猫救人的话，能直接解眩晕，能稳定救下来人。对于白子来讲，技能是已经好的，但是这个范围怎么说？提前交鳞片，但是还是被沉默到了，所以他的第2段鳞片没有机会交出来。我是觉得他这个道具如果能留到下一波会更好，因为你化险为夷既然已经给你套到身上了，你不如找到一个位置直接倒地。你想牵制一个本来就克制你的一个使徒，其实你是很麻烦的。那你下一波可能说会有飞轮加鳞片这么一个搭配组合，更好牵制一点。你有2个道具，到时候能帮你的命，你其实就能再拖出了一个化险为夷时间。因为我们所知道的，就木偶师、魔术师，他2个人是没有带化险为夷的，到时候他们再过来给你救一员，就是为了去拖外边密码机时间。但你现在身上的道具没有任何可用的了，也没有什么你能牵制空间。还要救你吗？不过他鳞片在下一波下来以后还是能够好，所以有是有，但你现在的话，你想依靠谁来救呢？这边莫尔斯已经贴了过来。如果说莫尔斯救的话，那么你勇者的中期是会出现2个半状态的角色的，容易被眩晕。怎么说？先骗一下承载的路易。那现在手上是已经没有猫了。对于白子来讲，这一波能不能拖出一定的时间给队友进行调整，或者说队友破译呢？这边还剩下一个6秒，飞轮马上好。先交鳞片，车是做不了的。对，下一段，哎呦，直接翻，
那现在这个飞轮还可以到时候可用。没错，这一波算是拖出了化险为夷以外的时间了。是的，拖出了很久。很赚。再等下一只猫，这个移形可以省。没错。哎呦，猫还没指到，再一个飞轮，再回到板区，还能进一波板区博弈。这一只猫又废掉了。难不成还可以再拖一只猫？感觉不太行了，这个板还行吗？直接抽倒了。对的，这块板如果成功下掉的话呢，那下一只猫见了呀。是的，而且密码机其实就可以直接拖到一个3人开门战了。那这一波挂飞，看一下东玄能不能迅速的续上下一波节奏。对于他来讲，手上移形是还在的。南这边是手上摸了根镇静剂，这个镇静剂能把自己的针直接扎好。是，把这个状态调整好。远远的一只猫，拿到独洞，看一下，直接交沉默。还在看灭马机，想要随着切底牌直接去守，但是现在灭马机就算是摇晃了，我觉得得先逼一下道具吧。他们两人道具实在是太多了。是的，他们开门战是有牵制能力的。对，这边魔术棒的幻影，哎呦，再一个飞轮，非常的秀啊！沉默人这一波也是，哎，抽到刀了。但是外面的密码机已经快压好了，而且对于沉默人来讲，他是有带回光返照的。所以并不是特别怕，他甚至是可以找机会省点道具留着开门战了。对，要一个魔术棒，那这里应该要再救一波了，感觉还是要强开呢。想强亮99强开一刀，但是有回光返照的加速，所以并没有打到。直接带到独洞，独洞这边板子已经是用过了，打算拿魔术分身直接去卡住位置，卡住了。是的，那这一只猫放的也是有点着急，所以东玄直接选择传送，传到了墓地门。哇，这里抽到了，很舒服啊。直接被抽到，那边的门能不能点上呢？对，因为他这里其实是没有猫的状态，没技能的一个状态，把木偶师给秒掉了。那么对使徒来讲，他有争3的面了。看一下中间卡着这个人能不能排到东玄。现在还有一个10秒。大夫的位置是在甲门的最里面。哎，爆乌鸦了，好像。爆乌鸦了，但是这个猫好像咬不到。还有怀表，提前打出来吗？这个位置不能被打到，被打到的话，其实他这个门口就出不去了。是的，怎么说？哎呦，还在躲，能出去了，能出去了。南非常的极限，靠自己的一个小走位，连躲3刀，还好自己省了一块怀表。而且我觉得东玄的这波拉猫也是有点突破他们。因为其实喧嚣。不管是追击空军还是追击古董商，你在技能没开之前啊，就没有空中飞人之前还是挺害怕他这个控制的。鸭哥，你说他带不带挽留呢？我觉得应该不太会带吧，这么大个地图，不带的话你就得带底牌。对，可能还是需要底牌来。空中飞人以后，这个战，看一下，果然是直接冲着空军去的。是的，这一波玉林选择往狮龙的内侧去拉点，没有选择去绕站台。他打算利用这个高墙去卡住他的视野，让他的双征惊喜有机会去放失误了。没错，但是梦幻小迷这里的熟练度是非常高的。对，上来第一球，哦呦，2个惊吓标记全上到了，现在就差个焰火了，然后再卡一波狩猎本能，跟着走。说不定在下一个双惊奇好之前是有机会能够贴身贴上的。没错，这里虽说是高墙，但是挨的实在是太近了，太容易预判到。是，而且你必须要交互呀，对吧？哎呦，预判交枪，好果断啊！这里感觉，梦幻小迷是主动走出来接到了这一枪。但凡梦幻小迷能听到那个砰的一声，他直接往回一躲，你这个枪就空了。对，直接在墙后他就提前开了。哇，空军火了！是的，玉林一波飞轮清掉了3个惊吓标记，这波太帅了。只能被迫移形粘上，但是
移形以后没有连上这颗惊吓标记。不过没关系，这里的惊吓标记给到的也只有1层，还有2层的。再想粘，第3下这干冰舞台，不想打预判，没能预判到。玉林这边又直接钻到另外一块板区。玉林也是骗了一波走位吧，不过最终还是成功抽到了。是，还有一个窗台，赛能进行一波板区博弈吗？没有打算进行板区博弈，直接往远处拉，让他利用一波空中飞人直接接近。没错，先交空中飞人，然后在前面的板区过半刀，是完成击倒，节奏上已经拖得很好了。其实接近3台了。对，而且守门人的一个位置，它其实是离空军这里比较近的，也不会被提前的压迫到。只要保证自己的这波救人不双倒，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讲节奏是很不错的。等一下救下来之后往终点里边倒，然后古董商对，让古董商先过来进行 OB 不了的，到时候再让大龙过来给补第2个化险为夷。没错，守门人救完之后直接去补帐篷，这个密码期就会很快了。一波震撼出土，看一下还想打一花的伤害，但打不出来。是的，这里玉林往鬼屋倒，哎，那应该是不打算先 OB 啊，或者说倒鬼屋的外面那个双板，但那个位置其实比较难 OB 啊，古董商想让他倒到鬼屋侧，就是外面的双板，那这里距离有点近啊，而且对于喧嚣来讲，耐受力，哎呦，点下来了，机关枪3次，能保一下吗？只要能保进板子，这个节奏还能再拖个10几秒、20秒。是的，还能拖。先上双球，是你得帮忙扛一个惊吓标记，有没有机会？古董商现在最好先保一下自己的状态，看飞轮能不能再次躲一次标记了。是的，但这里上错球了。但还是一样啊，你现在就算牵起来的话，你面对同样的情况，这个椅子你还是不好挂。没错3岁还在旁边。哦呦，又打下来了，打下来一次就得重上3颗球啊，好难受。是的，双重惊喜现在又用掉了。飞轮想清空失败，但3岁还在旁边看。还有机关枪，飞轮没能规避掉。再点一次，哇，这拖的时间何止20秒啊，半分钟以上了呀！太够了呀！但是目前的状况是，求生者这边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不过下一波只要能够让火灾来上一个化险为夷，绝对是4人能开门战，而且这也能直接点，这时间是能够拖出来的。对，3岁现在准备就直接走地窖就可以了。是，3岁绕过去，然后让火灾靠过来救。这里火灾可能得提前交一下气囊了，不然火灾不能被拦。是的，火灾没有带回光返照，一旦要被击倒了，这个化险也给不出来。其实还是能让梦幻小明去争的一个平局的。梦幻小明这边是拦到了大龙的位置，那可能要让3岁回去吗？还说再补一个气囊？到了个气囊，弹了过去。只要能救下来就行，救下来靠个化险为夷。哎呦，攻击震慑了，没办法，这2阶啊，直接是让你没有回光返照的一个机会了。那这样可能不只是一个平局面了，能让梦幻小明去争的一个3抓面，因为你一花就在旁边。是的，一花没有办法，必须要直接贴脸，你要秒救的。从帐篷过来确实是有点太远了。那这一波怎么说？先上2个球，打到了守门人的状态，能盾产成功吗？盾产成功了，没有打到。但打出来以后还得再补2个球，这样的话火灾是有机会能够拉远的。哎呀，但手上这个移形也还在呀。是，看一下大龙，不了。大龙那边应该是收了一个气囊，然后准备继续往起点方向走。如果说在这个位置没有耳鸣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你是往鬼屋那边的桥区走的。我直接一个移形到鬼屋脸上，只要有耳鸣，那你这个人肯定是在鬼屋附近。是，移形交吗？不交，打算再盘一盘。他是不是想切船啊？他想双重惊喜先指完，然后再切船。其实没必要，他这个移速他不可能离开了鬼屋附近的。只要移形到了鬼屋，你肯定能盘到。盘的是起点。没错，那这个点位可能得考虑先把古董商，哎，又回去了，有点太求稳了。梦幻小迷，再指一下双重惊喜。这也太稳了吧！其实可以直接去往外争一争的。他觉得是有可能绕回来点门吗？不太可能，因为自己有双重惊喜，你能去判断对方的位置。只要移形到了鬼屋，假如说那边要没有耳鸣，那你只有可能是往终点那边去了。那往终点我再往回盘就行了。这个人我肯定能找到的。这样太求稳的一个打法，就让自己其实变得亏了。因为刚刚这一波震慑，其实能让他有一个3抓面。是的，而且他其实移形打你起点的这个人，把他给快速突破了。对。可不能空勾，你要是一旦空了勾，你让空军心里啊，我就可以直接硬吃满伤害，我就直接跑了。再想逮住他的话，你还是在15秒之后了。是。目前来看，东玄是把自己的4大天王给全部压到了最后一局去了，一个都没有用上。
那上来使徒鹿头进入到了一个全盘，对，听上去都有点不可思议。这比赛你说多新鲜啊！我感觉很少见啊。这版本不太一样是吧？嗯，有点复古的风潮。那我们看一下这把，哎，他们也猜到了，他们看到鹿头也是最快的做出了一个调整啊，德国的勇者直接把起点塞了个佣兵。那这样的话，鹿头去起点追人，可能还得前期得稍微逼一下佣兵的道具。心里放到了终点桥上的一个病患，你就算把佣兵放到起点，其实佣兵也挺有压力的。嗯，确实，他2个钩子上来直接先交攻点，那应该是窗户下面封夹子，然后追空军。哎，不封了，直接冲。对，他觉得他来不及，直接上楼。是的，那这一波拉点是非常果断的，直接拉到了空军的脸上，而且把空军也逼到了终点，这是他所希望能够见到的。对。我知道你起点有个佣兵嘛，不好追，那我干脆把你的空军逼到终点，我这样中后期还可以守一个4连，想先拿一刀。不交枪吗？还不交？哦呦，贴脸交枪，提前交了，非常的勇敢。是的，这个勇敢上其实差点就被拿到一刀啊！一旦要是说是拿到一个换血刀，其实这一局你空军就不太好进行牵制，甚至有可能会被秒。对，节奏就非常差了。对，看一下东玄接下来的处理吧，前面是没有封。那这里承载造成压力，有个飞轮，哎呦，是个失误的飞轮。那这里还可以再用2段钩赶上距离。阿进升位，而且承载这里倒到了心理的遗产边上，感觉要直接闪了，因为飞轮是看着交的。没错，干扰到了心理的密码机。你必须跑。其实现在救人，哎呦，病患的话在桥上，让病患来救吧。对，病患要过来给个。因为你佣兵在起点，你要从起点过来救人的话，确实有点太久了。这个化险为夷只要能给上一个化险为夷时间，往哪里倒比较好？要不我直接往起点倒。对，往起点那边，让佣兵救下一波，然后病患救下来以后，直接补心理的遗产。要么倒鬼屋2楼，要么倒起点。是，鬼屋2楼的话，可能会考虑直接卖掉。这样的话就是终点的4台加上起点的1台嘛。其实勾，看一下先勾到。哎，东玄好像是想搏一下，哦，不搏震慑了，想多拿一点存在感。对，这样的话，空军倒到对面，病患再回过头补双窗。其实求生者的密码机安排的倒是没问题，但是这一波追击，别牵制了吧，直接倒走比较好。是的，你这个化险为夷时间你是很难撑出去的，你就算撑了，你到最后可能还是会接着倒终点半场遗产。没错。这里应该是刚刚带我干扰对面的密码机了。没错，刚刚变换是因为被勾过，所以说是进行了一次爆点。是的，等一会儿的话还会再爆点一次。那这个点位也确定了，佣兵就在起点，还被冲击到了。哎呦，应该哇，这一勾要是这一勾要是勾到的话，能让空军少做20秒多的时间，那就非常难受了。但是南野是提前勾了过来啊，提前弹了过来，攻伤吗？还是博弈了一手，还是拿到了一刀。对。哎，这个点位在预判。是的。那这波空勾倒还好，因为毕竟还在化险为夷的持续时间内。是的。承载的飞轮差5秒钟。加这个应激，要不直接给佣兵传移情。是。变换我觉得不需要了，你变换也没有带回光返照，找个到时候找心理去互补一下状态比较好。而且变换是移完，他也是一勾一刀倒呀。对。所以你干脆不如给佣兵。那求生者接下来就是3个人去拉扯最后一台密码机了。变换现在还要破译吗？变换要不藏一藏吧。先封夹子，把桥上的密码机给锁住。这个时候要再躲，不知道东玄能不能意识到了，因为你这个边狮子机敢碰密码机，你绝对是变换。过去排方向排的是错的，排到了心理点上，但是心理也是可以追的。对，毕竟他没有道具了。但带点的话，看要不要带走。是的，这台密码机最好是让变换把它来起掉。佣兵现在已经在外边起了台新的了。没错。桥上这台是不太好补的，说实话。但桥上的多呀，83，你要是起不掉的话，陈梦人这边是很难撑住的。而且能让东玄这里抓，这把东玄把人打倒，直接可以切4场了。啊，他甚至都不用切，他直接守都行。对，因为你桥上现在没有人能过来补。然后你变换现在也是一个一半的，佣兵那边也是个一半的，他只要挂了，我直接进行一波守人就可以。你变换这边还在修，我甚至我直接可以传送找你。对，就有点像破轮的那个节奏了。对，只要佣兵这边把密码机破译完来救人，那么他一定是传另外一台没开的。不过佣兵这边没有开掉，
还没有开掉。是的，佣兵这边的话只能破译到一个近70的密码机，但你现在密码机谁来能修呢？你修不了，那就等病患把终点的破译完，然后用飞轮顶夹去修桥上的。但是你飞轮一交，那么东玄他立刻知道了呀，我可以直接传送过去的。他现在就直接找佣兵，只要能逼着佣兵过来救人，他这个局面就能锁一个3抓。是，看一下能不能排到吧。能找到吗？佣兵还在屋子里，南卡的一个位置还是比较谨慎啊。他在拖到病患这边的能去贴在一个桥上，但是你只要拖到这个时间，东玄他也能意识到。是的，直接过来找病患，因为心理也已经过半了。哎呦，这一钩子可惜了，应该是短了一点点。对，只要能勾到墙上，病患其实很难跑掉的。而且他飞轮可能得被逼掉。看一下东玄，找到了白纸，他看到你飞轮把夹子顶掉了。对，再勾墙体。那这里没有飞轮，钩子应该是不太好交出来了，直接勾倒在地，挂桥上就行。是的，想再挂远一点，让佣兵不好救。那边这样的话还有一波拦截。是。补状态也是对的，因为心里现在只要敢碰密码机，监管者甚至都可以直接交传送。是。但这样的话，佣兵是有可能救不下来的。毕竟东玄手上还有一个传送嘛。有2个护腕。这个护腕看怎么去交了，想要直接找心理。看到左边的脚印了吗？看。应该是能确定，但他好像没看到啊，没排队，这个位置有点难受了。陈某人这边他不敢去破译鬼屋后吗？其实破译鬼屋后是最好的。是的，东玄这里排了很久啊，一直没有排到南的一个位置，南卡的非常好。等等，不太对吧？那这个鬼屋后的密码机谁来破译呢？他们是想在这边电击桥。哎。其实鬼屋后就不是鬼屋后那边7成啊，有70跟84感觉没什么差别啊。对啊，那这样的话，让心理过来直接帮忙扛刀，东玄只能被迫追佣兵了。是的，但因为2个人只能补状态，补完状态的话，你现在桥上还是起不了。对，因为你们离鬼板密码机太远了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这个佣兵。是的，这个时间耽误的就太多了呀。哎，东玄又不追了，好像意识到求生者这边是没有在调整了。还是怎么说？他是认为他们俩在调整，我直接过来抓一个回马枪，但是2个人直接分散了。但如果他们调整的话，这一波也是能调上来的，而且你还得面对2个板状态人互相扛，然后佣兵再去破译桥上的密码机。但不得不说，东玄这一波其实又给到了对面一些机会，他把他这个分散时间，我又不能破到鬼屋后的密码机了。对，那边南位置确定爆点了，东玄想过来尝试一下突破。这个护腕其实该交的可以交，交完之后密码机能压，或者说能依靠板区去博弈一下吗？直接勾，再还能翻，把板子踩掉，那可以直接挂了。看一下这个窗户，最后1秒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是的，他不敢亮。那接下来就是东玄要进行一个开门战布局了，应该会挂到起点，然后把起点的门先稍微封一下。是的。要挂到鬼屋后，他想要把白纸直接给击倒。他想4。这样的话，因为白纸他是没有毁光板罩的嘛，飞轮跟化险为夷他都交过了，所以东玄这一波如果能够排到白纸的一个位置，是真有机会多抓的。他在预判，先夹子封一下，那边人已经掏了下来。看一下心理靠过来，准备让心理来进行最后一台密码机的破译。心理现在不急，给1刀直接带走。他身上的话现在也有飞轮往起点带。东玄现在一直想要调一个病患，把这病患直接调出来，直接进行一波追击。是的，但是白纸躲得很好啊。桥上那边密码机也压了呀。对，那边佣兵马上碰到了，在这里一个飞轮直接交闪了。开门战交闪吗？9，这能亮的呀。这一波有点太极限了，那这样的话完全管不了终点门了，只要看陈某人接下去这一波能不能拖得住时间。再一勾，其实那边的门只要能贴上，绝对是能走的，拦不住。哎呦，而且还空了，哇！虽然说最后打了一个震慑，但是门已经贴上了。门是绝对能开了，拦是拦不住的。这一局觉得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，整体来说。但我觉得最关键的点还是在于东玄的中后期2波排人没排到吧，一波是。南去救人，就在边上的那个110窗，他没有排到人。另外一波是鬼板那一波，他没有排到病患的人。主要是他很多步，他其实状态我还能就是说是有自己一个抢答位移的能力。在大房这个点位，气象你基本上是追不了他的，他的层云可使用的各种地形太舒服了，能一直拉扯还能运营，到时候自己再去摸道具，就会让喧嚣很烦。还是看一下吧，看一下这把得物的求生者这个阵容。
防肯定是有稍微防一点的。人他还是得跑。好的，这里东玄也是直接选择往大房走，直接追击承载的邮差。是，直接找。但这里的话，打算还是要去看一看这个幸运儿有没有在摸箱子。是，他带的是移形、张狂加挽留，没找到。他人是直接跑到了一个月亮。幸运儿好像是往大门方向去走了，大门那边的箱子也挺多的。 一个远程的双惊喜上到了一个惊吓标记，2个，呦，全打预判，全打中了。是的，然后这个熟练度还是很高的，是也是真敢预判。一个双龙惊喜上2个惊吓标记，那后面只要跟上，感觉有机会直接拿刀了。能造成伤害吗？哇！先提前补一下，然后3次预判全中。是的，4次预判。第4次啊，没能预判中。 第4个惊吓标记，但没关系啊，自己的1阶现在已经有了，陈默人现在也是比较难跑的，而且陈默人这边是没有带飞轮的，也就是说下一次的这个惊吓标记他是没有办法规避掉。看一下这个气囊放出来，弹开，想进入到窗口直接拉点，有移形的，再给一次移形2直接接近，移形进去，然后直接交双龙惊喜，能上双球吗？邮差帮忙卡一下板，稍微躲了一下，哎呦，还是爆倒了。是的，没有下板，邮差是提前走了，但其实这个点位他也怕。 他如果被拿到1刀，会立刻换追自己，所以邮差提前跑也很正常吧？我觉得，如果说他被打倒，那亏损的更多，因为他的辅助性是很多的。沿着也被通缉到了，看一下飞轮化险为夷，看一下东玄的这波手椅吧。他造成伤害，但是只上到了1颗球，再拉一波双龙惊喜。 哎，几次都没给上啊！哇，飞轮直接给预判掉了。没错，那也没法再追了呀。因为如果说你再追下去，那边火灾团可以跑很远，说不定还能再多拖一会儿。再找陈默人，陈默人直接带了2枚一窗。现在其实也没必要牵制，直接倒一个角落就行。到时候队友再过来给一个救援空间，其实就行。那斗武这波救人是很舒服的呀，无伤救，无伤救完野人一会儿说不定还可以再靠过去，或者说让幸运儿去交枪。而且这边是摸了本游记啊。 没错，摸了本游记，这本游记一会儿也只能自己用啊。他摸了本游记，加上一个信号枪。对，他们选择是交表和信号枪过去救人的，应该。这波救下来的话，能交1枪，但其实火灾因为没有飞轮嘛，所以他的牵制能力也不算特别强。要不交枪直接进行一波稳救。但前面好像是被沉默住了，看一下救下来还是在沉默，再摊枪交出来。 交完这一枪还可以再摊呀？是的，因为他只差一个粘土舞台的惊吓标记了，但是东玄这一波没有打到，是的，比较可惜。刚刚这波要是能打到的话，能续到节奏。其实，连上一个双龙惊喜，就差个干冰，干冰能再预判到吗？没能放得好，没有预判成功，空中飞人也还没好。这里跳过去怎么说？沉默人直接翻回去，一个很漂亮的预判。 空中惊喜现在 CD 还没有好成功，所以说现在让着仙木也没办法跟。是的，直接交双龙惊喜打倒。这一波救下来其实拖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。对，而且外面的状态也全部调整好，就看幸运儿的下一个箱子了。翻了半个橄榄球，这个点位通缉到了幸运儿，但是也不敢去找了，因为听到脸上那台大一铲的声音，想直接追击野人。 我这里一直绕其实就行了。对，这个点位其实野人还是比较难抓的，我感觉。一个双惊喜，但是反向走，甚至连本体的球也没蹭到，粘不上啊！哇，这个移速真的太快了，那你只能硬等了呀，只能等到他的一个猪的时间到，但其实还挺久的。是，东玄其实也知道我可能追不上你，但是你没有带回光返照，我们一直针对你啊。没错。
你总有下猪的那一刻。进入一个2人转环节，这把他开门战应该就要冲着野人去打针对了。对 ，CDA 时间马上到，一直在撵。再来一波冲刺，前面翻窗不敢翻，选择绕回去翻板，手上是有飞轮的。下一波这飞轮要交吗？看一下。 要不飞轮省着吧，因为你飞轮就算交了，你外边密码机它压不好。对，主要是洞玄这一波双惊喜没上到球还是比较难受的。跳过来还是把骗了一波飞轮，是的，洞玄也是知道你有飞轮在啊，所以我先骗一手，把你的飞轮逼掉，然后再去拿伤害。那承载过来救他，其实压力会比较大。但关键的点在于野人他开门战没飞轮，他不一定能牵制起来。对。 你现在没飞轮，你下来必须要直接骑这个猪，但是你这个骑猪其实时间没有办法，有可能从自己快速加速，是有可能被打断。对。现在密码机就算压好，但是对幸运来讲，我觉得他可以尝试，对邮差来讲可以尝试过来掏一下吧，就看能不能把让野人的飞轮快一点好。但是没有，东玄是直接交出了双惊喜，想逼救这个点位，疯狂掏，对，拖了时间。 卡了半，拖了下来。这边沉默到了野人，上不了猪，怎么说？能打下来吗？再给。勇者已经通电了，哎呦，还是成功的骑上了猪。哦，每次都差一点。没错，差个焰火。再打，乘风击倒，直接打下来。是手上还有个移形，是这个移形来得及吗？那边的门现在还有一个16秒。我感觉是来得及。 不过他没有第一时间交啊，因为他刚才是还有空中飞人的。那这个时候再交的话来不太及了，门都开。现在牌来到门口，门应该是可以开掉。是的，那这样求生者再次完成了一个平局。没错。其实他还是有点担心有人在换的一些跳点地方，我直接给你那个位置下夹子。哦，确实。那你觉得他背了吗？他背不背的，反正你这个中场看你下不下，你下了的话，我肯定是不会往那边放跳板的。 是的，这个点位，反正玩具商应该是放中场了。对，应该是放中场。看路头怎么选了。小木应该是会去放一个邮差，然后大房放个入殓，或者说让入殓去小木屋。怎么选？哦，入殓放小木屋了，邮差放大房。邮差反过来了。那这个点位的话，我觉得月亮门也可以。月亮门的话，你可以装模作样去赶一下小木屋，然后如果说中场玩具商放踏板的，先给它踩掉。 是，就跟打舞女那么一个思路嘛。那月亮门了，那踏板反正就第一时间先不放，先看你确定到底抓不抓小木屋。你要抓小木屋的话，我回头再过去放。对，然后回头再踩踏板。但这个刀如果说是入殓，你要是想去牵制这个鹿头的话，第一刀一定是要交钩再拿到这个刀。你要是说是凭借拿这一刀，钩子没交，你这个踏板绝对踩不了。是的。看一下他这一波是直接往中场的方向勾，是想去。 哎，不过踏板已经放了，踏板上来就直接先放了一个吗？因为它也是防止这个鹿头直接勾中场，不然你如果在中场被架住，你是不太有那个放踏板的机会。那这样上来先损失一个跳板，其实是属于监控者赚了。是的，就等于是那种舞女开局直接被踩掉了几个盒子嘛。哎，梦幻小迷这边是想要找一下邮差的位置，进行一波反绕，但是邮差并没有在大房内侧啊，已经在往201窗拉了。大房里面是大玩具商。 找不了玩具商的这个玩具商，我可以在2楼直接放一个跳板，直接飞出去的。是的，下夹子都没有用。或者说滑翔直接从2楼滑翔到外面的窗户，这里直接换追，直接找的是3岁，3岁这边一个入殓师。那他开局这接近1分多钟，其实是什么事也没有干啊，没必要去放跳板了，让3岁自己一个人进行牵制。对，这波玩具商直接在大房起修了，对，开始抢机子，外边已经是有一台电机了。哎呦，这飞轮也被骗掉了，还是比较伤的，没能规避掉。这个点位往大门方向，也可以离自己的一个灵柩拉的比较远一点。是的，就看异花这边密码机能破译多少了。是，梦幻小迷这把带了移形，如果说能够不交掉移形就把路人师给处理掉的话，节奏倒不会被拖很久，还有一勾的机会。好像能勾到的，没错。直接打倒。让自己反好像比较好，自己反吧，别救了。自己反的话，外面的3台都能够开掉。有一说一，这个节奏现在争不了一个3跑面，现在的话最好是争一个平面，让他自己反，反了之后让他自己再进行牵制，佣兵可以直接修。而且他直接救了佣兵啊！哎，这样直接救的话，佣兵其实会有点被早逼救的，而且会掉状态啊。看一下，能拖吗？梦幻小迷这边是想要逼救的，
佣兵想要再拖一拖，是的，这里多给点勾到，多拿点存在感。汪小明想搏一下震慑，但是这个淘汰进度还是比较极限啊，还挺多的。没错，路人师这一波要往210窗的方向走，看一下玉林想辅助一下，帮忙给只狗。没错。那继续架在这里呗，继续架在这里，你下一波反生也只能反到木屋，还是比较近的。对，这里看一下玉林应该准备帮忙扛钩了。是的，想拖出这个时间，扛的话就打。飞轮给到一定的身位，再扛住这一刀。那这样的话，下一个钩子没有到2击啊。3岁这一波能躲吗？飞轮还没好，不好躲，平地也不太好躲，被梦幻小迷给压迫回来了，继续架在了这个大门方向。接下来肯定是要反的，反了之后也没人能帮忙扛，看大龙能不能直接帮忙放个跳板。是，大龙可以帮忙扛一下，扛一下看能不能直接帮他上楼。只要能上楼，这个局节奏上是能再拖个半台多的密码机的。没错。但是我们看一下求生者大龙是在补中场的密码机了，这一波可能就是3个人去打最后2台的一个拉扯。要来吗？玩具商其实现在是可以过来帮一下忙的。是，正常翻窗，翻窗出来之后，玩具商迎接一下。然后这个钩子能帮忙扛，或者说能扛到这一刀，这局其实能把这个局救活一波。而且3岁的飞轮已经好了。是的。哦呦，2个人全过来了，佣兵也过来了。但是这样的话，邮差得补最后2台密码机，还有1台就在中场，可以扛死。现在讲的道理是，佣兵只要这一刀就可以踩跳板。对，玩具商还要帮忙扛吗？但是有移形，远一点，是一个提前。好，可以接着。哎，没有交。梦幻小迷准备继续往上走，那3岁这个点位。再用移形给架回来，交的有点短了。怎么说？空中，哦，这个点位在空中把人给勾了回来，都感觉已经弧线的跳下去了，结果给他半路雷捞回来了。是的，身体是下去了，但头皮被勾到了。这一波揪着头发就给揪回来了。是的，那开门战中场在密码机感觉有机会继续守吗？他没有第一时间去的。拐了一下弯，拐大门反而被骗了，因为大门是压好没有开的那一台。这样密码机一亮，自己的技能也已经交了，这个局面是能走向一个平局的。是的，这一勾还勾空了。梦幻小迷选择去管月亮门，先把地窖给布置一下。是的，他怕他走地窖，还是比较稳的。但是玉林手上有一个飞轮，先一个狗没有咬到。那这样月亮门也就拦不住了，这样局也是走向一个平局，那也是会迎来一波假赛了。哇，还是有点比较没想到的，双方打了这么的激烈。是的，哇，这开门战以后，如果没有闪现的话，其实你是很难能够把人给留下来的。没错，光靠自己的2阶，靠自己一波侵蚀传送，其实对面都会有一个带飞轮的嘛，飞轮都能破。是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比较吃力的一面了。得在原地先苟一会儿，提防一下这个格局，直接来追。这下直接冲着中场去了。是的。这个点位守墓人在狮子楼也是，哎，这边本来是没发现的，但是守墓人那边下板暴露了一下自己。东玄可能想冲着南这个方向去追了，这样的话还能废掉穷者一个化险为夷。要找守墓人。因为本身位移能力来讲，歌剧的位移能力是很强的。如果说，哎呦，不过这边队友已经提前帮我下好板了，所以对于东玄的一个追击来说还是比较难受的。前面一个震颤出来，自己下掉2块板，然后时间对，在前面的这个板区拖一下自己的下个铲子 CD， 这应该是要抽刀了。哎呦，还是拿到了。白白密码机现在已经有合起来1台了。这边板子一下，继续下一波铲，来一个回溯，拉近了一定的身位。
但是这个地方打出来难就很难牵制了，闪现已经好了，是接下来就准备要吃闪了。不过苦手过来帮忙带了一下，不给你闪现的森具。东玄，那这可是歌剧啊，其实他也并不是很怕，是我直接能再次追上，位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。造成减速，交闪吗？哎，想回去管苦手，这样刀一摊，这个身位又拉开了，你也接着追的。是的，这一波苦手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跟队友调整了，他到前面还能再逼一个闪，其实这一波穷者不算特别亏的，直接交闪，那边已经在调整了。冒险家手上有一台输液，一台密码机的输液，所以密码机整体来看是接近3台的。关键在于求生者这边没有回光返照啊，所以看门战的伏笔还是挺大的。看承载能不能顺利的把人救下来了。东玄这边蓝的位置是蓝的另外一边，找的是白纸。没错，看到是白纸，他也不敢接着追了，因为这树叶都已经挖完了。是。技能已经提前切成了传送，承载这个位置淘汰进度卡的还是比较极限的，感觉要拉推进器了。6-7秒，拉着火箭看能不能直接撞晕。是，哎呦，也直接出刀了。想不想弹一个双挡？想试一下，不试了，不给机会。对他怕守门人直接被放跑。这一把守门人打倒，守门人去倒一个最角落的位置。节奏还是差一些，节奏其实现在还差2台的。这节奏来看，感觉不太好救了。这个人，还是说想让小说家再尝试一下？其实救下来，因为你没有化险为夷，可能会亏节奏啊。他想拿自己的命换外边的2个人进行了一波破译时间。那这里救的其实会有点早。是的，这一波换位，但其实东玄也有一个回溯，所以并不算特别难受。但救下来这一波。能吸出来隐喻吗？哦呦，直接过板了，那男这应该是不带有牵制了。双刀，这个板没有架住，如果架住了的话，守门人是有机会能够再翻过去的。先挂吧，把人挂上，自己的节奏先稳定，淘汰一个。是的，出去再找一下这个沉默人，或者说直接出去守一下密码机。那现在求生者这个半状态的人还是挺多的，对于东玄来说有很多的突破机会。手上现在是个传送，等一会儿密码机进行破译的时候再传过去。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快速处理掉沉默人。那这边2块板子一下，感觉这个隐喻是有机会能够直接吸出来的。板子得踩啊，必踩板。是。直接回溯到脸上，哎呦！震慑，得先挂，挂上之后再传送。这个位置回溯的还是非常的精准，直接拿刀。承担现在准备要牵制这个压力了，现在东玄大概率是要传送的。他找不到这个冒险家。看一下吧，看一下。可以说是很难找到他。看一下东玄怎么选择。东玄想要尝试找一找，他会不会觉得是你们满状态的人在压密码机啊？这个耳鸣其实很难去判断到你这个人到底在哪里的。关键是前面2条通道又有一堵大后墙，这个障碍物其实最好是传刚刚，但是你现在在想传的时候，你可能来不太及了，因为这边密码机或者说那边都已经破译太多了。对，而且冒险家可能带着输液来压脸上的这一台的。现在东玄已经走不了了，只能把这个传送忍着打开门战了，是最好的一个选择。那这样打也行，因为这样的局面，东玄只要说是他能打到针对，或者说我就按照冒险家这边去打一个针对，我都是一个3抓以上。是的，但小说家手上是有隐喻的，他下来减量，直接通电，不让你有一个针对的机会。分头跑这个局，求生者就能稳定走一个。没错。怎么说？飞轮。但冒险家这边是一个新挂。是。把人挂上以后再去管登陆门，沉默人现在就给个耳鸣就行了。承载这边是手里有一发火箭的，我就大胆去点门。你只要敢传，我这边我就可以拉火箭直接跑。是，第一时间肯定是跟不上的。你要足够的时间。是的。你要说是直接死抓，哎，不过承载那边是没有破译哎，他们是防了一手，你直接传送。但最好给个耳鸣吧。这里排到了陈某人走的一个方向。那边应该是准备回去救人了，要救吗？提前预判的东玄拉出来，这沉默人一旦要是说坚持不住，要能盖的板，是的，要拖，有一个隐喻直接换位砸头，但他拖这点时间还是不够的。那边是已经把人救下来，东玄可以接着抓，哎，不抓了吗？
这边已经是把书给逼出来了，最好是接着抓。对，我觉得如果抓小若家应该会更好一点，因为他毕竟是上过蚁的。没错，可不能放。这个时候你要是放的话，这局面可能就变成一个平局了。他要快速进行击倒，哎，又放走了，直接传送找白纸。但是门口光有耳鸣，哎，有脚印，已经漏了。是的，哎，但他不知道在哪里。但是白纸这里是半状态啊，半状态一定会暴露的。这脸上直接给藏住了吗？不太可能吧。还在盘到了。哇！那边的门现在也已经点上了，18秒好像来得及开啊，能平的。是的，而且陈某人离门的位置也是非常的近啊，这把要被求生者成功保。还有个10秒、9秒、8秒，以格局这个速度的话，应该是很难赶过去了。是的，来得及吗？我觉得太极限了，这个门应该能直接开。能开掉，能开掉。是的，能开。这个点位也没有技能了，求生者直接出门。哇！又完6分40秒左右的一个平，这个天赋怎么选呢？有点纠结，我只能说。但兴奋，你为了一个前锋，你前边的追击追击的能力，你就会偏弱，因为前锋我肯定会中间我过来帮忙撞一手。你要把兴奋交给一个前锋，你拿下他的伤害，你后期你敢追前锋吗？我觉得你也不敢啊。对。你不敢换追他的，对，因为他只撞了一波球，他后面的球可以用来牵制你。是的，这个阵容前锋可以担任什么呢？我可以带一个单飞轮，飞轮加火用反照，然后呢，邮差这边我可以也是双弹飞轮的是什么呢？是，气象这边带一个化险为夷就行，不论你是化险为夷加飞轮还是化险为夷加双弹都行。是，只要这样去担任一个天赋，这个阵容上会给到记录员很大压力。那我们看一下选点中场的前锋，登龙门的心理，闪门的气象以及3连方向的一个邮差。大防是给到了记录员，这样的话，邮差其实通过那个废窗也是可以绕很久的，感觉可以通过自己的废窗以及自己的辅助性，可以绕个2圈左右。我看前期的第一波拉点，我觉得记录员可能就得被。好，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，可以先记录一下封窗，要进行交互吗？先不交互，想直接硬追。不想浪费自己一点点的身位，没错，因为自己如果在这边交一个翻窗的话，可能说邮差那边就拉得更远了。哎，想钓鱼哦，不是钓。玉林这里应该是冲着大房的方向，利用自己的双弹，已经在拉第1圈了。这身位可是拉得太开了。是，又想找小灰原，小灰原这边是1花，没错，但找他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个双弹飞轮。是的，关键是。这个角落你卡进去没有移形，你前期还是比较难去处理这个双弹的一个拉点的。就梦幻小迷，等一下他会发现他追着，等一下邮差的狗就又来了，是一会儿又给个心理这边在一些帮忙辅助上。没错，这就是邮差的辅助能力啊。对，这点位先记录一手。哎，卡了一些模型，不过没关系，这边是进行踩板了。对，前面还有个板，感觉一砸这里是有机会能够推到的。对。那刀能直接拿。有个飞轮，前面这个板还能进吗？可以，再绕一下，想回来骗，抽到了这一刀。那还好，这个心理他现在此时还是一个满状态。没错。也绕下一波，等下一波再吃刀的话，邮差那边是这抢窗没有抢到，邮差那边是可以帮忙放狗，或者说前锋过来帮忙 OB 的。没错。刚刚他也是利用了一波邮差给的一个双弹信，应该是。是。这板还有一个踩板，再吃一刀，直接抬，是的。那这里吃了一刀，可以直接闪现跟了呀。看前锋来没来吧？前锋还没来，还在破译。这个点位被记录的感觉总该来了吧？邮差帮忙，邮差只要狗能帮忙咬到，这个3弹密码机就有了，没咬到。没咬到。那前面可以再反弹一波，再拉开，再拉一个前锋，不让你有闪现的身位。对，我有点难受了。前锋不来找我，我现在就直接主动去找前锋。这个闪现你不敢交，你交了的话，前锋直接在旁边，就感觉他的弹射是一直持续的。对，打字就一直盖，板弹完窗弹，窗弹完又邮差的一封信，就是无限的在循环。那我最终倒在了前锋的脸上。哇，全家都来了，枫叶现在也开始过来帮忙，但是没能吹到。是的。但是你当着我的面把闪现交了，这个人你凭什么挂上？对呀，一波交互撞，直接顶了下来，一直在帮忙。现在窗台又好了，能封吗？抢一个窗户，那没关系啊，倒的是一个窗口啊，你现在怎么挂呢？是的，再直接举，又是交互撞。哦呦，心里这一波还把窗弹给触发了，那可以拉更远的距离，而且前锋直接开宝，接下去的密码机，哎，是又抢了一个窗。是的，那看一下怎么说呢？这球还有个2/3啊，感觉还能 OB 很久。
这个点，不过3岁这把是没带飞轮啊，直接交球往外拉，然后让气象辅助一下，能骗到1刀。是的，但他能接受啊。你闪现用了，你现在你还是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前锋。没错，你就算拿我1刀，那你下一波怎么办？你又不能把我打倒。旁边还有个气象，大不了我再撞一波，对，再撞一波，这个窗台差一点点没好，就是有个问题，一直是个慢反。是。这一波其实刚才如果能打到前锋也还可以接受啊。那现在直接换追了，吹一下，能吹到吗？吹到了！哇，这个保人的循环太恐怖了，利用资源利用的太好了。我至少前锋手上是没有道具了，3岁接下来还是得看基本功的一个牵制了。再给到一个交互信吗？给到这个交互信，板台又拉开了。是。稍微拉开了一点身位，但前面这个窗又一个抢窗，还是翻了过去，但是隔窗刀最终还是打到了。是，这毕竟是个微墙，直接烂了。没错。这个点位我们看一下，密码机最后的2台都已经达到了70左右。没错。就看这2层小阁楼密码器能不能直接亮掉了。小房这个位置应该要被架住了，小房是60多的。一花现在不太敢硬给压力，他也没有带回游反照。那没关系嘛，就差这么30多，救下来以后化险为夷拉走，2个人一起抢，然后让邮差在外面再救一波，其实密码机也是够的。现在只要不是震慑，其实就不会给到监管者太大的一个翻盘面。是的，那我觉得对气象来讲，这波救人也可以考虑强风先吹走。这现在就看博弈了，看怎么救，很危险了。状态调的话，现在有点极限，直接扯下来了，无伤掏了下来。是，那现在就是前锋带走。2边密码机现在同时进行破译。你封这边的一个小房呢，我那边的密码机邮差可以接着进行补。没错，反正2边都在破译嘛。对的，沈月是跟不上的。我小迷看能不能多拖点时间吧。现在时间已经是拖到5分钟了，等一下再控开门的话，如果说是能控到平局，那这时间是能拖到6分40秒以后的。是的。因为这2个门其实对于记录员来讲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拖住，对。但关键点是在于前锋他是有回光返照的，他如果说针对的是一个没回光返照的人，那么他是很有机会可以去完成平局的。再封一次，封到了91的。那现在91那台马上压好了，这淘汰进度还是比较健康。这一局肯定是能打到6分以后。就看最终的逃生人数吧。对。看一下密码机已经压好了，不能震慑，震慑的话，这个局面就会让梦幻小迷争到一个多抓面。是的，看梦幻小迷这边，一个抢走，救了下来，有回光返照，直接亮起来之后，看3岁这边能不能接着拖了。梦幻小迷手上的沈月的数量不是很多，这个闪现他得果断直接交。先记录一手。这个封窗有必要封吗？我觉得没必要记录，感觉留给门口会好一点。是的，虽然说是这是个前锋，你想限制他一些交互速度，但是你限制不了太多。这是个前锋翻得太快了。对，而且门口这边2个人已经叠在了一起啊！你现在哪怕想交闪也没有太大的身位可以交了。好像封住了，没封上啊！而且前锋这里提前有一瓶队友给到了香水，找到了一个最难挂的地方。这门马上要开了，这个回到肯定那边门能开。是的，门开了，3人直接完成了3跑。这么说，没办法，拦不住了。你这边要挂人的话，最终只能给到一个3跑了。是的，那最终也是可以直接恭喜朱雀这边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是的，哇，双方是鏖战8小局啊，打到了我们加赛之中，最终还是朱雀